快！天都火焰！初夏的山间，弥漫淡淡香气，琉璃般的光，静一滴，江湖快要逃，风声轻轻阵去，万劫那少年将看云霓，风拂乱我发鬓。多想时光暂停，吹开满山遍野，不过还有我的心。无数太多言语，只愿自由旅行，仿佛只剩岁月再次永不会老去。我不想知道有多少太远的遥，输体了吗？万千世界是否有如它般良药？如果能相互依靠，希望也沉入善良，去远长，公平是万金宵，可好？小妍，你还好吧？封印成功了吧？我能感觉到，恶难毒体已经被压制，按照封印的强度，支撑2、3年没有问题。那就好，2、3年时间足够我们找到天毒蝎龙兽了。你们都还好吧？已经没事了。啊，你晋级了？恶难毒体爆发时所释放的毒气，对我来说是绝佳的补品。我现在已经晋升到5星斗宗了。唉，这世道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萧炎，怎么样？三弟，你没事吧？放心吧，二哥。答应你的事，我肯定不会食言。不过出发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需要再等我些时日啊。重要事情？是的，极为重要。7品丹药炼制不宜人多，萧炎这地方选的真是不错。若他真的炼制出来，后面哪怕是在中州，也将会有一席之地。哎呀，快开始呀！怎么还不开始啊？手法行云流水，不错不错。这头神秘魔兽生前等级不低，用它的血液来炼制天空熔血丹，丹药的品质恐怕要更胜一筹。
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可能？哦，无异呀。大长老，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炼丹只能靠自己，外人根本插不进手。又是那只大怪鸟。该死！再这样下去，天会入血丹中。这只魔兽来历不凡，它的威压源于血脉，你是永远都不可能将它驱除的。用我的血液吧，虽然不知道它是何种魔兽，但我感觉我的血液比它更强。多谢了。不说这些，你赶紧炼药，我可是等着品尝呢。这可不是给你吃的呀。丹魂境，居然是传说中的境界。在此境界下，灵魂力量被无限放大，也就是说，此次的炼丹必将成功。好恐怖的天地之力！是啊，许久未曾见到了。丹雷将至，极品丹药要现世了。这便是丹雷吗？老师，您当初说过，若是弟子哪一天能够炼制出招来丹雷的丹药，那么便是达到了出师的资格。可惜，这一幕却是未能亲眼见到。有何有真实？烈火！居然硬刚天雷，太酷了！再来！开山印！给我破！不好！地妖魁，现！天妖魁，不对，这是地妖魁，竟然还在吸收雷气，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萧炎自己就能搞定了。
老鬼的躯体，铁护法的灵魂，再加上7阶魔核炼制出来的低阶妖魁，果然厉害。彩铃，信不如命，天魂溶血丹我炼成了，只盼这丹药如我等所愿。之后，我便会前往中州，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亦有着带我旅行的誓言。一切保重，保重。一切侵犯梦幻天堂者，斩！神格如何才8阶？少给我装神弄鬼！血影烈焰！不，你带不走神格，你永远都别想成神！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空间虫洞是以精妙的空间之力连接2个空间之点，以此压缩2地之间遥远的距离。只有斗尊级别的强者才能打造出空间虫洞，成为斗气大陆中快速穿梭大陆各处的重要装置。虫怎么还没到啊？小野，我的肚子好饿呀！你呀，暂且忍耐一下吧。算算时间，也应该快到了。萧炎大哥，这便是我家族记录的中州地图。中州大陆果然非比寻常。新兰，中州特别强的势力有哪些？在中州，人类势力大致分为1殿1塔、2宗3谷4方阁，其中1殿就是魂殿。魂殿所处魂界，就算在中州也是极为神秘；而1塔则是丹塔，一个能与魂殿齐名的势力。萧炎大哥，我知道您与魂殿的恩怨不小，但在你还没有与其抗衡的实力前，还是尽量忍耐。毕竟，就连丹塔都对魂殿颇为忌惮。那2宗3谷4方阁，又是指什么？2宗是天明宗、花宗，这2个宗派在中州也拥有着极强的势力。至于3谷嘛，则是冰河谷、阴谷以及焚炎谷。焚炎谷，天火3玄变的宗门。星陨阁、万剑阁、黄泉阁、风雷阁的方位刚好呈4角，屹立在中州之上，因此被称为4方阁，实力也是中州的佼佼者，尽量不要招惹。风雷阁，我所修习的3000雷动，似乎便是来自风雷阁的顶尖身法。中州果然有些意思。中州确实卧虎藏龙，即便是捕杀一头魔兽，也要弄清楚它背后的家族势力才行。当然，寻常魔兽肯定不需要这般。我所指的是那些有了一定灵智的魔兽。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我都快要饿死在半道上了。吃的药材都用完了，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天启山脉，萧炎大哥，我们到了。这么多飞船，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可是，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放肆！哪里来的家伙？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抱歉，
在下初到宝地，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兔包子进城，得好好调教调教。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只有斗皇以上的强者方有资格优先进入。你嘛，哼，不想排队也行，除非……除非什么？斗皇。 斗宗，误会了，误会了。在下意思是，现在空间门暂时关闭，我罗家正在维修中，还望几位见谅，见谅见谅。你们维修还需要几日时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几位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另外，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邀斗宗强者，打算联手维修空间虫洞，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阁下若是有兴趣，我说你们还要唠唠叨叨到什么时候呀？我都饿了。我们还是先去城里补几些物资吧。 瞧一瞧，看一看啊！哎，这个怎么卖的？少爷，空间虫洞暂时关闭，我们怎么办？先休息一夜，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再去城中心看看。哎，快看快看！快过来瞧啊！哎呀，都是好东西！救命啊！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新坐骑啊？又要搅得城里不得安宁了！来，给本小姐看看你的真本事！好狗不挡道，都给本小姐滚开！ 小魔王，误倒大霉！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谁遇见她谁倒霉！混蛋！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若是识相，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他不闪，我来。你敢打我？你这个贱人！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好样的！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瘪了，可不是嘛？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不知道做了多少孽。罗家。 萧炎大哥，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罗家老祖实力约莫在5星斗宗。贱人！我爹要我爷爷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剁下来！哼，心性竟如此恶毒！几位如此行径，还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爷爷，那是罗家老祖，居然亲自来了！哼，爷爷，他们欺负孙女，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胆子真不小啊！
你们罗家会教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原来这做长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斗宗强者！哼，一个小小的罗家，我教出来的孙女竟然比我还刁难。斗皇，这么个小丫头竟然也是斗皇，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若是强行交手，怕是得不偿失。而且如今空间虫洞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好，几位，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你们先将小妖带回去。爷爷，不准走，一定要带回去。是。爷爷，小姐。走吧。这位姑娘，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如果老夫没有猜错，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哈哈哈，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报酬呢？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竟然是这斗皇小子！哈，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想必就不虚此行了。哼！哎，几位，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罢了，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7阶魔盒，怎样？不知是否有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盒？天毒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极为罕见。7阶天毒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哦，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6阶的，不知是否可行？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不过这6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有了这6阶魔盒，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再不济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请跟我来吧。有了这位小姐相助，想必今日之内便能将虫洞恢复。各位，这里便是控制空间虫洞的阵法平台。果然是大手笔。这2位是韩氏2老，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虫洞的。哈，2老，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帮手？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哼，2个在斗宗初期的人，说起话来如此狂妄。这是哪里来的小娃娃，如此不知好歹？去看看吧。若是能够修复的话，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你，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哈哈，2位稍安勿躁，多一份力量，修复虫洞就越轻松。随我来吧。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中间切记不可松懈。否则修复不成不说，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哼，我2人自然没有问题，就是一些年轻人，怕是要拖后腿。好了，3位还请助我。
才能修好。二老，再坚持片刻，法阵很快就完成了，切记不可松懈。再坚持下去，老子快吃不消了。大哥，再继续下去，恐怕会伤及本源。罗成这点酬劳，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你我减小输出，保全自身。二位，这是何意？罗城主，我兄弟二人实在，你们可知这法阵失去平衡？斗气大陆中州，强者如云，其中又以一殿一塔、二宗三谷四方阁为最强。萧炎四人进入通往中州的必经之地天涯城，因阻拦罗家小姐闹事纵马，从而惹来当地霸主罗成。斗宗实力的小医仙让罗成不仅放弃报复，还以6阶天毒蝎龙兽魔合，恳请小医仙相助修复空间虫洞。待小医仙力挽狂澜，成功修复好空间虫洞后，萧炎一行人搭乘空间船，继续踏上中州之行。换我来吧。我们进入空间虫洞多少天了？16天了，再有几日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多谢了。控制厄难毒体的所需之物，算是备齐了。但我担心，6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难以达到最完美的驱毒效果。保险起见，我们还是要找到7阶魔核才行。你决定便是。哎，我这朋友还真是尽职尽责呀。有办法过去吗？除非是斗尊强者，否则难以在空间风暴中逃生。班长小心！空间风暴后面是否就是虫洞出口？没错，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就能离开这个空间虫洞。可是，没有斗尊强者，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不拼一把，才能知道会不会成功。小医仙，你护住船身，我来控制速度。好。紫妍新来，抓紧了，别松手。小医仙撑不了多久，必须尽快冲出去。小医仙，你怎么样？我没事，继续。紫妍，快用空间之力！这小丫头的身体里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紫妍，没事吧？放心，只是有一点虚弱，出口就在前面，出去了就好了。怎么回事？若是被这风暴拖回去，定无逃生的可能。紫妍，你先顶替我，下船去推。一定要小心，若是情况不对，就赶快回来。先雷刀！给我停！
妍呢？她怎么没出来？我去把她带出来。我和你一起去。不行，空间虫洞受损那么严重。你们看，这是空间符文，符文若灭，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若闪烁，则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从我们出来到现在，符文一共闪烁了2次，所以很可能，这次从里面出来的就是萧炎大哥。那他人呢？可能被随机传送到中州的某个地方。我去找他。哎，中州地域辽阔，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那小子也算是好运，从天上掉下来没被摔死。是啊，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出手相救，那小子准成为魔兽的口中餐。可不是吗？不要多嘴，加快速度赶路。是。二小姐，水源地到了，是否就地安营？此地离水源太近，还是将营地扎到1里外吧，以免夜晚徒生事端。继续前进。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扎寨，大家麻溜的准备起来。这是马车，萧逸仙他们应该已经安全抵达了，得尽快养好伤，早日与他们重逢才行。那边放好啊，师傅。哎，好，过来，把马牵过来。哎，这边。行啊，小兄弟，这么重的伤恢复的还挺快，下来透透气吧。在下萧炎。不知阁下如何称呼？我叫韩冲，你小子真是福大命大。多谢韩大哥出手相救。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真正救你的是我们家二小姐。来，晚上喝几口，暖暖身子。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干了！好，真是好酒量。不错，这家伙对我的胃口，很适合加入我们韩家侍卫队。小兄弟，所谓酒品见人品，大哥就喜欢你这种爽快人。韩大哥，啊，你可知丹塔在哪片区域？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北域过去，就算是走空间虫洞，也要辗转几次。小兄弟，你要去丹塔？眼下你有伤在身，等到了天北城，伤势恢复了再说吧。想不到落难时还能被人这般帮助。中州，看来还不错。你再带些人到周围布哨。是，二小姐。啊，二小姐。大家辛苦了。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其余人也要少喝。明天经过央蛇下莽的领地万蛇峡，很可能有场硬仗。是，二小姐。是。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三星斗王，不过，他的样子怎么似曾相识？二小姐，请留步。在下萧炎，谢二小姐救命之恩。我是通过空间虫洞来的中州。因为途中遭遇空间风暴，和同伴走散了。难怪你伤势如此重，经历空间风暴还能逃生，也算你运气好。我叫韩雪，这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这是疗伤药，对你的伤应该有点作用。这韩家小姐
果然如韩冲大哥所说般善良，外表如此柔弱，却能将车队管理得井井有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哼，万蛇侠，夏莽是吧？韩冲大哥，这万蛇峡是什么地方？这万蛇峡是妖蛇夏莽的领地。他虽刚入斗皇，但能召唤所有4阶以下的毒蛇，难缠得很，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这妖蛇的灵智为何如此之高，还会占山为王当强盗了？这夏莽曾吃过一枚妖化丹，得以脱离蛇血，灵智也比其他6阶魔兽更高。妖化丹，那夏莽极其贪财好色，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否则我死也要和2小姐周全。以夏莽斗皇的实力，绝非车队所能对抗。韩冲大哥放心，2小姐这么善良，不会出事的。希望如此吧。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该死的，还是被发现了！妖蛇夏莽，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当然知道。夏莽统领，这是一些薄礼，还望统领大人收下。还不错，看来你们还算有点成绩。那我们先告退了。这是当然。天北城韩家的车队，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韩家定会追查到底。天北城那些老家伙确实有点实力，不过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谁会知道我对韩家人出手了呢？茉莉花，我喜欢。小美人，乖乖跟本大爷走吧。你的实力是逃不出本大爷手掌心的。大家小心！时息内不滚就死。我夏大爷看上的女人，就没有能跑得掉的。
便要死。未曾露面，便使对手落得这副狼狈模样，那出手之人实力是何等的恐怖！前辈饶命啊！小人这就滚了。这家伙逃起命来，居然如此熟练，看来没少被人追杀啊。是啊。晚辈韩雪，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不知能否现身一见，也好让晚辈回报前辈的救命之恩。老夫偶然路过，顺手相助罢了，没什么好见的。不知如何尊称前辈？若下次相遇，晚辈定重礼相待。高人不愿现身，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二小姐不必太过挂怀。继续起行吧。莫非是？韩小姐，事端解决了吗？这人看来伤势还未痊愈，若调动灵魂力量与人相战，不太可能。已经解决了。动作利索点，准备启程。萧炎和小医仙、紫妍、新兰穿越空间虫洞前往中州的途中，竟遭遇空间风暴侵袭。面对唯有斗尊强者才能逃生的空间风暴，不愿放弃的萧炎脱离空间船的庇护，全力将同伴安全送出空间虫洞，而自己却被空间之力吞噬。摆脱了空间之力的萧炎被意外传送到中州北域，幸运的他被带队回天北城的韩雪所救。为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萧炎隐藏身份，赶走拦路打劫韩家车队的妖兽夏蟒。此时，萧炎并不知晓，他和韩家渊源匪浅。我韩家没有两女共侍一夫的惯例，你洪家的荒唐要求，我韩家绝不会答应。韩伯父，您或许还不知道，小侄前些日子已经正式成为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这怎么会如此？对呀，这就。韩伯父，我洪家今时已不同往日，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您说对吗？无论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哼，韩伯父，我已经派了2名长老去请韩雪了。这是空间之力，看来是在空间通道中被那股空间之力摧残时所遗留在体内的。萧炎先生，喝点水吧。还好有那位神秘前辈相助，不然的话，恐怕大家都已葬身万蛇峡了。多谢。哦，不用，你留着吧。
说起来也奇怪，一般若非认识的，很少有人管这等闲事。这世道还是好人多的，正如韩小姐与我素不相识却救了我一般。哦，对了，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一路失误颇多，倒是忘了多关心关心你。那么，一个人来中州，一路上定是不易吧？我是与友人一起来中州游历，不料在空间虫洞遇险，幸得韩小姐所救，在下感激不已。他内伤果然极重，那位前辈应该不是他伪装的。不必如此客气，你体内伤势不轻，尽量多休养。多谢韩小姐关心，这点伤无大碍。小心，有埋伏！有人伏击车队！怎么回事？快！快保护猴子！快到后面去！是小姐。是洪家人。韩雪小姐，我们洪家家主有请，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做梦！小姐，没事吧？果然是你！就是萧炎兄弟，就是那位神秘强者。先解决了这两个麻烦再说。阁下面生得很，想必是第一次来天北城吧？带着你的人滚！阁下想必没听说过洪家吧？在天北城得罪了洪家，可滚！哼，狂妄的小子！你以为凭着偷袭击退了老夫，就打得过我二人？你们休整一下，我来收拾他们。这小子竟敢如此嚣张，够少！玄火洞，雾气声。这是什么东西？今天要遭命一遭，不错的斗气融合技，只是很可惜，烟对我没用。此人太强，我退。既然动手了，自然不能轻易离去。他们便由你来处置吧。多谢萧炎先生出手相助。
不到3个回合，便能直接生擒2名4星斗皇。放眼我们韩家，也难寻几人能有这等实力。整队，立刻赶回韩家。是。韩家姐妹，不嫁也得见。你皇家可别太过分了。红尘，你要是敢动我妹妹，我定会让你不得好死。韩伯父，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一会儿韩雪来了，我可不好交代呀。父亲，姐姐，我回来了。怎么？雪儿，你没受伤吧？韩月学姐，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这2个老家伙，连个斗王都抓不住，真是丢人现眼。韩伯父，这亲我是结定了。若是你们韩家不识抬举的话，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有人能打败我洪家10年内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当然，若是败了，那韩月、韩雪就都是我的人。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者，这彼时就是欺我韩家无人。可若是风雷北阁插手此番争端，好，这场比武我们韩家接下来。不过若是输了，我嫁与你，但我妹妹不行。依你，先娶姐姐也行，妹妹就等一下吧。姐，我绝不同意。参战者必须是韩家人吗？萧炎，韩月学姐，几年不见，别来无恙。姐，你认识萧炎先生？这位是谁？啊，这是我在迦南学院的学弟，萧炎。哼，你们可以请外援，我红尘可不惧这些。一言为定。哼，既然如此，那今日洪某便告辞了。3日之后，我们天师台上见。哎呀，这里实在是太闷了。走。你怎么会来天北城？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我来见识见识。啊，原来如此。萧炎和我一样是内院的学生，他还是内院强榜榜首。哦，据我所知，能成为迦南学院内院榜首，小兄弟真乃人中龙凤啊！这位是我父亲，也是韩家家主。韩伯父，过誉了。月儿，3日后你与红尘的比武，可有把握？以我的实力要战胜红尘，恐怕困难。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同辈之中，能进入斗皇层次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当作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要不，让我来吧。你？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放心吧，短时间内便能恢复。小子萧炎，愿带韩家出战。这小子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我看够呛。不是我不相信萧炎小兄弟，只是那红尘，放眼整个天北城，在同辈中难逢敌手。我对萧炎先生充满信心，
希望他可以代表我们韩家出战。雪儿，你确定？父亲大人，我相信萧炎先生的实力。这一路我可是亲眼见证，他稍一出手就逼退了夏芒，更是在3回合内以1敌2，生擒了红木红烈。我了解萧炎，我觉得萧炎有资格代表我们韩家出战。你们的眼光为父相信，只是生擒红木2人，红尘也能办到。况且这种比试刀剑无眼，若是萧炎小兄弟为我韩家出了什么意外，我可过意不去。父亲，你不相信萧炎先生能打败红尘？月儿、雪儿，既然你们对这位萧炎小兄弟很有信心，那让舅舅先来试试。毕竟此事关系到韩家的存亡，不能有半点疏忽。舅舅，你……那便请赐教了。若是小子在10回合内被前辈击中1次，便算我实力不济，甘愿服输。看来萧炎小兄弟对自己很有信心呢。这小子还真是狂妄！韩田可是8星斗皇，与那红尘也不相上下。是啊，这小子如此轻敌，只怕是要吃亏。放心吧，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但更多的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萧炎小兄弟，你可得小心了！我这9转风游步是我的成名之计。此子很强，即使2弟与他生死相对，恐怕也不是对手。他还真能与红尘抗衡。9转！空间之力！我知道。你是斗宗？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韩天前辈，承让了。萧炎小兄弟，你能在斗皇级别操控空间之力，真是后生可畏啊！这场比试是我输了。萧炎小兄弟，若我韩家能度过此次危机，你的恩情没齿难忘，我韩池愿意付出所有代价。天北城2大家族之一的洪家，借助风雷阁之势，强行与韩家联姻，达成吞并之谋。与此同时，洪家还派人绑架韩雪，企图以此逼迫韩家妥协。幸好萧炎出手将其瓦解。随后，
萧炎为回报韩雪的救命之恩，以及对学姐韩月的亏欠过往，他决定替韩家出面，应下红尘的比武挑战。为打消韩家人的顾虑，萧炎以空间之力战胜韩田，得到韩家上下的认可。担负韩家未来的萧炎，必须以一场绝对的胜利来改变韩家命运。萧炎，你想怎么样？痛快点，直接杀了我吧！告诉我，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想救的老家伙，你还真以为魂殿是谁都能进去的吗？我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的耐心可不多了。我告诉你药尘的关押地点，你便放我离开。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别！我说，中州西域的名城，魂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药尘就被关押在那里。不过那座分殿有一位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还有几名护法。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那处大殿就是名城？若是如此，想必当日那道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便属于那位尊老。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求你放过我！丹会后若能收服3000焰萤火，便是多了份救出老师的底气。不过眼下，还是尽快恢复伤势，帮助韩家赢得比试。姐姐，雪儿。这都3天了，怎么还没出来？他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姐，你说萧炎不会出事吧？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雪儿，你莫不是喜欢上萧炎了吧？姐，你胡说什么呢？我才跟他认识多久？姐姐只是想提醒你，萧炎的确很出色，但这样的男人很难为谁停留。而且，他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那个女孩也和他一样优秀吗？何止优秀，就连迦南学院的强榜前3，在他手中也撑不到10回合。他的年纪比萧炎还小，那样的修炼天赋，几乎及妖啊！萧炎，你康复了。时间到了。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差不多全好了。走吧，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韩家主，你可算来了！我以为你今日准备霸占呢。洪家主想多了。既然洪家想跟我韩家保持10年的和平期，我自然是要来的。不然，倒是服了洪家的好意。那是洪家的家主洪立。就怕好意没收到，反而将女儿陪进来。哈哈哈！不过不用担心，我洪家对媳妇儿还是很宽容的。爹，就不要白费口舌了。我时间不多，速战速决吧。
你们让谁出场？你的对手不是我，而是他。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也找个像样的吧。这人难道是韩家从外人请来的？韩家呀，肯定是无人可用了。韩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比武中随便找一个替死鬼。难道韩家以为这年轻人能与陈儿相抗不成？云长老，陈儿能胜过他吗？有我风雷阁的斗技功法，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在中州或许有，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既然云长老都如此说了，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韩赤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小子，报上名来。哼，无名小辈，萧炎，比不得红尘少爷的大名鼎鼎。韩家竟然派个无名之辈来跟我比试，小子，给你10息时间考虑，是你自己滚，还是被我废了扔出去？不用10息了，还是直接动手吧。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可就别怪我了。雷属性斗气吗？小子，能败在我手上，也算是你的荣耀。红尘少爷，这种小把戏就不要拿出来了。这点雷电暗劲也想伤我？你竟然也是七星斗皇！他竟然是斗皇，怪不得韩家要派他上场，这等实力怕是比韩月还强。这小子究竟什么来路？这实力不像是无名之辈，可为何从未在中州大陆上听过萧炎这个名字？中州大陆辽阔无比，卧虎藏龙之辈不知几何。不知道也属正常。想赢我没那么容易，何不放弃痴心妄想？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今日便让你瞧瞧风雷阁的秘法——雷神降临！实力暴涨了，这气势远超七星斗皇。他现在的实力几乎达到了9星斗皇。这红尘不管是功法、斗技还是武器，实在是太强悍了。是啊，难怪他敢这般狂妄。能逼得陈儿施展秘法，那小子的确了不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哼！小子，睁大眼瞧好了！好，3000雷动，来得正好。
3000雷动的速度，一发时间有限，你久战。千岁雷锤！六合游身尺！千岁雷锤！对！看你怎么挡！区区风雷之力，有何嚣张之处？引吞巨浪诀！这便是你的手段，倒还真是高看你。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天火三玄变，琉璃变。这是异火，这小子究竟是何来路？居然隐藏如此之深！这就是斗皇巅峰之上的那层障壁吗？若是我修炼了天火三玄变的最后2变，并以异火相配，也许就能突破这层障壁。这次辰儿怕是不妙了。这混蛋居然还隐藏实力！好强的秘法！雪儿还真是为我韩家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在学院时，他就以斗灵之力迎战斗皇。如今几年过去，成就自然更加恐怖。那红尘在萧野面前，也只能认输。不过现在，先要解决你。我不信，除了那怪物凤琴儿，我会输给任何人。起来吧，这一场还要不了你的命。能将我逼到如此境地，萧炎，你是第一个。此等奇耻大辱，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也要你付出代价。灭雷锤，与我死！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了，那就接我最后一招了。六合游身尺，力火！
是了不得啊！可恶！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去死吧！ 雷动！住手！风雷阁，斗气大陆中州四方阁之一，拥有东南西北4分阁，而3000雷动便是风雷北阁的不传之技。 当3000雷动修炼到3000雷时，则可修炼风雷阁镇阁之宝3000雷幻身。因此，3000雷动被风雷阁极为看重。而萧炎在代表韩家与红尘对战之时，不小心暴露其修炼过3000雷动这门独特斗气身法，这将会给萧炎的中州之行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不认输！他真的赢了！这年轻人真是了不得啊！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小心！3000雷动！住手！经脉尽断，已然是个废人了。什么？你将我儿子打成废人，我要你拿命来抵偿！我有话要问他。小子，你的3000雷动是如何修习来的？风雷阁中绝没有你这么一位弟子。果然被认出来。不过，那又如何？至于红尘嘛，他刚刚暗中偷袭于我出手反抗。 倒是我的不对了，就是。怎么，你们洪家输不起吗？是，偷袭太下作了，这真是让人笑话。好，好，小子，今日你是走不掉了。治好他。是。住手！弘历，天石台比试，生死各安天命，你洪家不会是要坏规矩吧？老子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安迟。 要为了这小子跟我洪家开战不成？规矩就是规矩，
容不得你洪家破坏。这萧炎小友，我韩家还就护定了。你踏上红尘之事，可以暂放。但他的3000雷动从何处而来？今日则必须交代清楚。我风雷北阁曾被外人偷取了不少功法与斗技，其中便有3000雷动。你不会与那盗取之人有什么关系吧？这3000雷动只是在下偶然所得。偶然所得。小子，老夫给你2个选择：一，跟我回风雷北阁查清始末；二，老夫将你就地格杀。无论如何，3000雷动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父亲，沈老，此事怕是有所误会。韩池，此事不是你韩家可以插手的。若因此引来我风雷阁的怒火，你韩家怕是承受不起。韩伯父，此事确实与你们无关，便不要再插手了。你小子倒是挺讲义气，那你是跟我回风雷北阁，还是由老夫动手废了你？风雷阁我没兴趣，所以不去。至于废了我，凭你恐怕还不够资格。放肆！区一个斗皇，在沈长老面前也敢大放厥词，不知死活，竟敢挑衅风雷阁权威！哼，小地方的人都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狂，今日便让老夫亲眼看看，以老夫4星斗宗的实力，究竟哪里不够资格？说过，凭你这4星斗宗的实力，想要废掉我，还不够资格。啊！没想到你竟然还有着一个斗宗级别的傀儡，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斗宗级别的傀儡啊！这怎么可能？上！
来拖住这傀儡，立刻击杀这小子。到时，这具斗宗阶别的傀儡便送于你们洪家。哼！沈老放心，一个低阶斗皇，交给我便是。洪力，你敢？韩赤，你若胆敢相助萧炎，我风雷阁便灭你韩家满门！解决他！洪力，速度要快！韩赤，想要你韩家彻底覆灭，尽管出手便是。半只脚踏入斗宗阶别的实力，小子阿岁，没了傀儡，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残影，半步斗宗，终究还不是斗宗。狂妄！细耍到这般程度，即便是风雷阁的年轻一辈，也没几个人了。看来当日萧炎留手了。若是他全力施展，我怕是难坚持10个回合。洪力，你个废物！这么长时间连个低阶斗皇都搞不定。洪家人听命，给我围住这小子！你们这些混蛋，就只会以多欺少吗？这巨石广场足以承受斗宗级别的攻击，现在却被毁去大半。他到底是什么实力？萧炎呢？那里，在上面。
萧炎，我洪家与你不死不休！不早就是了吗？弘历，你还不赶紧把洪天啸叫出来？难道真要等到被灭门不成？洪天啸，洪家连他都请出来了。据说这洪天啸已经5星斗宗了，就算萧炎有傀儡相助，也不可能抵挡2名斗宗啊！萧炎，快走，不要拖延了！小子，我洪家老祖来了，等着吧，今日你插翅难飞！他不还没来吗？老祖救我！放下他，否则死！萧炎废掉了偷袭他的红尘，却暴露了身怀风雷阁不传斗技身法3000雷动之事。风雷北阁长老沈云执意要将萧炎擒回风雷阁问罪，而萧炎以地妖魁挡住沈云暗含杀机的一招。沈云一击不成，便联手洪家家主洪历和洪家老祖洪天啸围剿萧炎。老祖救我！放下他，否则死！洪老家伙，别装了，快出手杀了那小子！放了他当然可以，不过洪前辈，今日之事的确是你洪家逼迫在下，迫不得已小子才反手攻之，还请洪老前辈大人大量。你以为老夫看不出你在拖延时间？洪天啸，你在作甚？非要等老夫死了你才出手吗？既然不肯放人，那就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老家伙，我在洪历体内蕴藏了一股暗劲，你若是不追上去将其化解的话，他必死无疑。好狠毒的小子！你个废物，有什么好救的？洪家的人就没一个靠谱的。
斗宗又不是没战过。居然敢骗我，小子！我洪天啸定要将你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捏碎，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的纳戒！萧炎，不管天涯海角，风雷阁都不会放过你！追！将2大斗宗玩弄于股掌，最后全身而退，这萧炎实在是让人惊叹。服了，彻底服了！这般厉害的人物，将来定能成就不凡。那小子杀我洪家那么多人，还生我孩儿，绝不会放过他。我统治了风雷北阁，接下来任萧炎有再多手段，也插翅难逃。怎么回事？我留在纳戒内的灵魂印记被萧炎破解了。啊？怎么可能？萧炎，不杀了你，老夫誓不为人。那小子不过斗皇实力，竟破了斗宗留下的灵魂印记。萧炎身上还有我留下的血泪印记，我们现在就动身去追。斗宗的灵魂印记还真不容易破解。这是……接住，打开它。3000雷幻身，雷幻身，此法修成能凝雷幻身，其实力可与本体相仿，本体不死，幻身不灭，威力堪比天阶斗技，竟是风雷阁的镇阁之宝。欲练3000雷幻身，需先将3000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分身，这要是修炼成功，一个斗尊化成2个，与人战斗就2打1，同级中谁能胜我？难怪我身怀3000雷动，会令沈云那样愤怒。原来3000雷动跟风雷阁的镇阁之宝有这般关系。多亏了沈云这老家伙，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等隐秘。我倒要瞧瞧是如何难修之法。这是……这雷池有古怪。
这些符号似乎有很多缺陷之处。是3000雷幻身不假，但为何看不出修炼之法？难道这只是3000雷幻身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被风雷阁分开存放起来了？外面怎么了？你确定萧炎在前面这片山脉中？我感应到了血雷印记，他就藏在这里。哼，这次一定要杀了萧炎。萧炎，沈云，你给老夫滚出来！这2个老家伙来的倒是快，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2名斗宗强者围攻，即使我与地妖魁相助，恐怕也无法安然而退。哼，小家伙，区2个斗宗就让你紧张成这样？天火前辈，为了抓我一个无名小卒，来了这么多人，沈长老对在下真是恨之入骨啊！哼，小子，等你落到老夫手中，自然能让你好好感受感受老夫的恨意。小子，这次老夫倒要看看你还怎么逃！ 2位不将在下置于死地，是绝不会罢休的。2位的命，就由在下收了吧。猖狂小辈，以为凭借一个傀儡就能救你的命不成？胡老，那傀儡便交给你了，这小子由我来对付。哼，交给老夫便好。倒是你，最好尽快废了那小子。上。 找到萧炎吗？你快去帮帮他吧。丫头啊，有些话我们得说在前头。这洪天啸也就罢了，但是那沈云可是风雷阁的人，我们韩家还招惹不起那种势力。我只能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暗中助他。可是爷爷，丫头们，看来我们这一趟要白来了。 来，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手段！啊，怎么可能？再高阶的秘法也难以具备这么恐怖的效果。莫非这强悍的气势只是伪装？哼，老夫今日倒要看看，你这实力究竟是真是假！ 啊！
不管他用了何种法子使自己实力暴涨，但肯定都有时间限制。先撤，等他实力弱下来再出手也不迟。沈长老，沈长老，沈长老跑了，那我们该死！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连沈云都跑了。我这状态维持不了太久，所以一旦实战，就必须要有结果。只要你肯放过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老左，要去帮忙吗？现在冲上去就是送死。还能动？小杂种，想杀老夫，那老夫便拖着你一起死！自爆吗？哼，一个斗宗的自爆，你跑不掉的！空间之力，怎么可能？啊！风雷北阁不会放过！这是怎么会这样？沈云居然自爆了。不过，风雷北阁不可能坐视长老被杀。到时候，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萧炎破解了沈云纳戒的灵魂印记，得到风雷阁镇阁之宝3000雷幻身。可惜在修炼时发现，这身法斗技并不完整。谁知沈云竟感应到先前他在萧炎身上留下的血雷印记，带领洪天笑等人追杀而至。萧炎以异火消除了印记，随后召出地妖魁拦住洪天笑，自己迎上沈云。借助天火尊者的力量，萧炎提升了自身实力，逼得走投无路的沈云最终自爆。空间之力，怎么可能？风雷北阁不会放过！这什么？怎么会这样？沈云居然自爆了！萧炎，太可怕了。不过，风雷北阁不可能坐视长老被杀，到时候。回来，回来！
这个叫做萧炎的年轻人，当真是可怕的紧呐！看来我无需出手了。洪天啸逃回去后，肯定会大肆宣扬沈云之死。以风雷北阁的行事风格，绝对会派强者围杀萧炎。爷爷，求您帮帮萧炎。放心，这次提前出关，本就是看在萧炎帮过韩家一次的份上，且洪家确实欺人太甚，必要时我会出手相助的。哎，能把我这高傲的小孙女儿变成这般模样，这小子好有本事啊！沈长老倒是心计不错，身体自爆，还留了一丝灵魂逃逸。不过可惜，萧炎，不要杀我，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也不想把风雷阁得罪死吧？小杂种，风雷北阁不会放过你的，你就等着啊！心思缜密，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此子绝非常人。萧炎，萧炎，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来了？萧炎，你真不愧是怪物级别的内院学生，一个人就摆平了沈云和洪天啸的围剿。学姐说笑了。老先生不用如此警惕。韩雪小姐对我有恩，在下可做不出恩将仇报的事。爷爷，您放心，萧炎绝不是嗜杀之人。老夫韩非。萧炎见过韩老先生。无需如此。既然你安然无恙，那老夫便先带这2个丫头回去了。日后若有机会，再来找小友讨教。若有机会，小子恭候韩老先生。萧炎，你小心风雷北阁，最好快点离开中州。多谢关心。丫头，走吧。某人的女人缘真好啊，小家伙，你太弱了。不过好在身体够结实，不然的话，定会被我的灵魂力量撑爆。天火前辈放心，我会尽快吞服黄极丹，突破至斗宗。加油吧，小家伙！对了，你可别忘了帮老夫炼制躯体之事啊。放心便是，我定会帮您炼这个最好的躯体。云长老的灵魂雷碑已经破碎了。谁敢在中州北域对我风雷北阁的人出手？肯定是万剑阁的人。暂时不知，此次云长老是陪那红尘去的天北城吧？风雷殿3位长老，你们动身去查一下。不管动手的是谁，先擒住再说。我风雷北阁的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杀的。是。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小子，手起刀落，一刀一个，顷刻之间杀得一众好手片甲不留。啊，不可能吧？这小子看上去也就20来岁，有这么厉害？嘿，你还别不信。哎，天北城洪家在他手里至少死了10几个人。连风雷北阁的沈云也在他面前自爆而亡。啊，可有这事儿？哎呦，那可不得了了！也不知道这煞星是哪儿冒出来的，手段这般狠厉。
这风雷阁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啊！看来这小子要有麻烦喽。可不嘛，天北城韩家你知道吗？现在啊，正被风雷北阁给团团围住了，让他交出这小子，不然就有灭顶之灾。那萧炎也不是傻瓜，明知道是陷阱，怎么可能会去自投罗网呢？小家伙，你这是打算去韩家了？那里现在肯定是强者重重。韩家之事既因我而起，我便不能袖手旁观。说得好，大丈夫光明磊落，正当如此。放心，有老夫在，保你无事。那便多谢天火尊者了。黑袍，古叶，快看，那不就是萧炎吗？对呀，是啊。姐姐，你说他会来吗？或许会吧。希望他不要来。风雷北阁的实力太强了。那若是他真的不来，你不会失望吗？我还是不希望他来。傻丫头。哎，我看那小子是怂了，这么多天也不见踪影。哎，换作是我，为了这2个美人，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啊！听说韩家这2个美人至今还独守空房，不如我们哥俩1人1个。无耻！没想到堂堂风雷北阁，竟都是些邪异小人。老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区韩家，在我风雷北阁眼里，不过就是井底之蛙。你们韩家老祖都已经当缩头乌龟了，你还想造反？舅舅，韩天，难道堂堂风雷阁行事竟皆是这种下三滥的格调吗？你韩家还没资格评论风雷阁。你们简直欺人太甚！安静！可恶！走吧，我们先进去。是萧炎。萧炎，你总算是来了。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目的不就是逼我现身吗？倒是有几分骨气，可惜你今日必葬身于此。动手！
这些无关紧要的任务，便不用再上了。3位大长老，想要抓我，怕是要你们亲自动手了。自老夫3人成为北阁长老后，你是第一个让我们一起出手抓捕的后辈。风雷北阁还真是看得起在下，竟然派3个斗宗长老抓我一个小辈。哼，能将沈云击杀，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那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谁。何必与他多费唇舌？先抓住了再说。等废掉斗气，囚禁北雷塔下，看他还如何猖狂！想废我斗气，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5星斗宗实力的傀儡的确罕见，但还是保不住他。啊！这般纯粹的灵魂之力，洪天啸，萧炎，你为我洪家子弟，老夫定要你以命相抵。洪天啸，傀儡就交给你了。雷长老放心，这场大战结束前，这傀儡绝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战斗。别留手了，一举击杀！风雷北阁天罡堂听令，结9天雷狱阵。他们竟然用9天雷狱阵封锁了这里。不管你有什么来路，束手就擒是你唯一的选择。放心，在韩家重获自由之前，我定奉陪到底。以韩家为胁，本非我风雷阁的作风，但3000雷动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今日之后，韩家与此事再无关系。动手吧！萧炎并未被沈云的自爆而迷惑，他抓到试图逃跑的沈云灵魂体，彻底将此威胁消除。
风雷北阁的报复也随之而来。为逼迫萧炎现身，他们联合洪家，竟将韩家全族作为人质囚禁。萧炎自认韩家之事因他而起，绝不袖手旁观的他，不顾性命之危，赶到韩家迎战风雷北阁。雷长老，必须打破他们合击之势。长盾。小子拿命来！这个还能救吗？放盾！快来助我！引分，巨浪拳！速战速决！小子，结束了！雷日！大阵加持，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任何阵法都有其弱点，但这弱点不一定是助阵之人。我的离火法。3种异火，怎么可能？快阻止他！火莲，加强防御。想攻击我们阵眼，没那么容易。雷神之怒！
既然逼我与你们大战了一场，自然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你欺人太甚！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先走。3000雷幻身剩下的卷轴，果然在这3个老家伙身上。那3个老家伙竟然败了，罢了，还是先走为妙。萧炎兄弟，此事是我洪家部队在先，只要你开口，老夫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哦，赔偿？这小子心狠手辣，我洪家要想与他和解，定然极难，所以这小子必须死。萧炎，再给老夫一次机会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今日那3人跑了也就跑了，但你就留下吧。萧炎小友，多谢今日搭救韩家于水火，这份恩情我韩家记下了。日后想必那风雷北阁不会再拿韩家要挟了。唉，若是老祖在，小友今日也不至于以寡敌众。你没受伤吧？没事。既然此事已了，在下不便久留。各位，多保重。你要走了，那你还回来吗？等日后我实力精进，不惧风雷北阁时，再来一叙。后会有期了。看来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这呀，伤势嘛，确实差不多了。不过，我发现你每次借用我的灵魂力量之后，体内便会留下灵魂残印，这东西累积多了，可不是什么好事。使用外来力量确实后遗症不小，以后还是得谨慎些。这东西有点棘手。若是老夫处于全盛时期，处理这些小麻烦根本不在话下。现在嘛，就难喽。我记得老师留下的丹方咒，似乎有能够清除灵魂印记的。找到了！哦，没想到连这等丹方都有收藏。哎呀！我对你老师可是越来越感兴趣了，日后若有机会，定带老夫去见见他。清魂丹，6品丹药，有温养灵魂之效，亦可清洗体内不属于自身的灵魂之力。等级倒是不低，不过应该能炼制出来。材料以后也得多多留意才是。3000雷幻身。人老了就是容易犯困，年轻人自己研究吧，老夫可得去补个觉了。虽然完整的功法凑齐了，但文字无序，晦涩难懂，难以参透这修炼之法。暂且就先记下吧。
如今得罪了风雷阁，还是先避开风雷阁势力范围，再尽快去和小医仙他们会合。看一看，我要出炉的，您看看，这个包起来。好，谢谢。此地距离天北城颇远，应该还算安全。眼下需要先寻找到有空间虫洞的城市。这位兄台，这附近可有卖地图的商铺？喏，就在那儿。多谢了。啊。哎，大人，您要买地图是吗？哎，恰好我这儿也有啊，而且制作精良，您不妨看看。大人，您别看咱这是小本经营，但东西的质量绝对包您满意。那，给我来一份完整的北域地图。哎，得嘞。哎，您过目。看着还不错，怎么卖？只要3万金币。3万金币。大人，我看您面生得很，应该不是这花古城的人吧？难道也是为天目山脉的天山血潭而来？天山血潭？您不知道？哎呦，那是想得多想了。毕竟每隔3年会有诸多年轻强者为了天山血潭那份机缘而来。好，小兄弟，能否详细说说？哎呀，这天山血潭呐，据说能够洗髓伐骨，助人突破瓶颈，甚至啊，能帮助斗皇巅峰晋级至斗宗呢，那是极为神奇。若所说属实，那天山血潭倒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正好这天山血潭将在不久后开启，最近买天目山脉地图的人也特别多。若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我呀，这里正好有花古城内最后一份天目山脉地图了，我就便宜点让给你，加上之前的北域地图啊，您就给我这个数就行。也罢，若你这消息是真的，倒也是值这个价。谢谢大人，大人慢走啊！发财了，我发财了！哎，这位大人，去天目山脉吗？您看看这个，这可是花古城内最后一份天目山脉地图啦！你们知道吗？据说啊，这次风雷阁、万剑阁以及其他一些势力都派了核心精锐前往天目山脉。看这模样，明显是冲着天山血潭而去的。啊！有了这些大势力掺和进来，血潭的10个名额只怕是没散人什么事儿了。这天山血潭居然对风雷阁这种势力都具备着吸引力，有些麻烦了。我还听说，风雷阁的那位凤小姐已经被内定为风雷东阁的下一任阁主，而且她此次也会来参加血潭之争。还有那个万剑阁的唐英啊，一身剑法通玄，实力很是不弱。若是他们2人相遇，不知谁胜谁负啊！哎，这2人虽强，但与近日那名叫萧炎的人相比，似乎也略有不及吧？萧炎，那小子一人抗衡风雷北阁3大斗宗，还击杀洪家老祖，实力确实恐怖。不知能否一做？萧炎，小心些，此人实力极为恐怖。阁下想做就做，在下正好要走了。你连风雷北阁3位长老布下的9天雷狱阵都不怕，难道还惧怕老夫不成？是吧，萧炎？是谁啊？听到了吗？这就是萧炎啊！这是萧炎。他说萧炎是谁？他就是萧炎。那另一个是谁？他就是萧炎。不知道啊，看这情况，阁下究竟是谁？
老夫废天。废天，风雷北阁阁主。果然是异火，不过以老夫的眼力，竟无法看出究竟是异火榜上的哪一种。哼，小家伙，你逃不掉的。面对风雷北阁的3位斗宗长老的联手布阵，萧炎以火莲破阵，并联合地妖魁击杀了洪天啸，顺利解决了韩家危机。此战让萧炎终于凑齐完整版3000雷幻身，可惜却因缺少开启的钥匙，仍无法参透修炼之法。萧炎在途经化古城时，听闻天目山脉的天山血潭有助人晋级斗宗的功效。为提升实力的他，不愿放过此次机缘。没想到，为追杀萧炎夺回镇阁之宝，风雷北阁阁主废天竟然亲自出手。果然是异火。不过以老夫的眼力，竟无法看出究竟是异火榜上的哪一种。哼，小家伙，你逃不掉的。这老家伙是如何寻到我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赶路，不可能会被风雷阁的人发现。他的实力至少是8星斗宗。难以正面抗衡，除非使用毁灭火莲，但那可是最后的保命手段。那老家伙没追上来。老夫说过，你跑不掉的。好可怕的速度！你究竟想干什么？交出3000雷幻身，即便你凑齐了4卷。也不可能修炼成功的。我把3000雷幻身给你，你便放我走？你方才的那道碧绿色火焰，应该是融合而成的异火吧？真是没想到还有能融合异火的功法。老夫对这功法也颇感兴趣，你若能一并交出来，或许我可以放你离去。别指望你身上那个灵魂体了，今日他也保不了你。哼，好大的口气！若老夫处于全盛时期，你还有胆站在我的面前？没想到光是灵魂体都有这般实力，想必生前定是斗尊级别的强者。不过世间之事没有如果，不管你生前何等风光，现在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小子，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3000雷幻身和你所修炼的功法。区8星斗宗也敢这般张狂！萧炎，我来拦住他，你先走。放心吧，只是拦住他一会儿而已。这一点老夫还是有自信的。我那枚纳戒上有我的灵魂印记，待我摆脱他，再与你会合。今日不论你这灵魂体如何阻拦，那小子都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这家伙竟然达到了自身斗气与天地能量互相呼应的地步。老夫倒是多年未与人交过手了，今日便让我来试试你的手段。哼！这老家伙先前似乎能锁定我的位置，
赌一把。前辈，我操！那家伙要不了多久就会追来。前辈，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那您的脸？脸什么脸？那老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赶紧跑吧，我得回避一下。被发现了吗？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连这等宝贝都舍得放弃。不过想这样就将我甩开，你恐怕是小看老夫我了。3000雷幻身，现！不用硬拼，拖住他们就行。放心。那老家伙应该是去追那4卷卷轴了吧？那东西果然有问题。他的气息确实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去了，看来是摆脱掉。小心！老夫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哼，看来你是不想要3000雷幻身的卷轴了。卷轴会回来的，你也逃不掉。这家伙的气息跟之前比弱了很多，现在的他顶多也只是一名6星斗宗。3000雷幻身，他是废天的分身。看来你对3000雷幻身有些了解呀。前辈，恐怕得劳驾您尽快解决他。若是等到那本尊赶过来，想要逃脱就难了。这分身的实力明显不是前辈的对手，看来只是为了缠住我们。以飞天的速度，恐怕要不了多久便能追上卷轴赶过来。分身是灵魂所凝。前辈，将您的力量借给我。好。
要取你性命！气息竟然能让我解读3000雷幻身，老家伙，多谢馈赠了。终于摆脱那家伙了。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恐怕只有毁灭火莲才能对他造成威胁。可现在有的化生火，也只够施展一次了，得找个时机，好好修炼一下龙眼诀。3000雷幻身，以前的3000雷动虽然玄妙，却远不及飞天施展的3000雷幻身那般，凝聚出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而且，3000雷幻身需要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层次，方有几率凝聚而出。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怪不得风雷阁里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入微、登堂、大成3个等级，每一级差距极大。若能修炼大成，实力能与本体相当。那飞天的分身应该是登堂境吧？否则，即便我有陨落心炎相助，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以心御形，魂流于影，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只是那时速度迅猛，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1次不行就100次，100次不行就1000次，定要将之修炼成功。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我得早日动身才行。这次来的倒是挺快。小子，伤我子民，夺我灵果，简直罪无可恕！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何必为了一枚无浆果苦苦追杀一我？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小子，你只会躲吗？哪个不是死活的，敢偷袭老子？成功了！哦，多谢了。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你小子别走！天皇有翅，
天皇妖翅，你认识他？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若识相，就趁早给老子把吴江国交出来，不然的话，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即便得到了，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那下场……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其本体必然不简单。这魔兽界中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据我所知，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一个是九幽地冥蟒，另一个是太虚古龙。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特别是太虚古龙十分神秘。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最为可怕的是，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在虚空中穿梭。难道紫妍他属于这支族群？毕竟他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这个就还给你了。另外，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否则……您放心，我苍老王的嘴可是最严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面对风雷北阁阁主费天的追杀，萧炎抛弃4卷3000雷幻身残卷，成功拖延住费天。当费天以3000雷幻身凝聚分身，再度阻拦萧炎时，萧炎联手天火尊者，不仅斩灭其分身，还意外得到了3000雷幻身的修炼之法。地阶高级身法斗技3000雷幻身分为3个等级，其修炼难度极高。萧炎屡败屡战，是要将其修炼成功。没想到在与苍狼王的交手过程中，萧炎成功凝聚出一道斗灵阶别的分身，这让他的天山血潭之行更有把握。这分身的实力应该还只是斗灵阶别，下一步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并加以锻炼。当年修炼3000雷动，虽然从雷云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笨蛋，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了？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比如你体内的异火，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尤其是那陨落心炎，你
若是能够将他融入分身之内，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也丝毫不惧。如此一来，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可这陨落星岩本就是灵魂克星，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哎，年轻人，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再说了，陨落星岩已经被你彻底炼化，你什么时候见到它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我认为可以试试。好，那就试试。心来压低星岩的温度，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再逐渐提升温度，达到锤炼效果。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想要大成，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你小子知足吧！以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想必他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你短短2月就能与之相等，还不满足？算算时间，那天幕山脉快开启了吧？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若是再不动身，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天幕山脉当真名不虚传。果然是来了不少人，恐怕后方的森林中未现身的人更多。又来一个，哎，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哎，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咱这还算宽敞的。这天山血潭3年才开启一次，谁不想进去泡泡啊？说的也是，想必那些大势力。上面还有人，是七彩灵鹤，这不是风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啊，风雷阁竟然把她给派出来了。据说她是风雷东阁年轻一辈中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哇！那这次天山血潭10人的名额里，定然有她了。哼，那可说不准。这天幕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宗门内的强者无法人手，只能依靠自身实力。中州藏龙卧虎者可也不少。天幕山脉居然还能限制实力强的人进入，难怪没看到费天那老妖怪的身影。竟看不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想必她身上有能遮掩气息的器物。算了，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我也懒得招惹她。穆长老，这次其余3阁
可曾有人前来天目山脉？哼，怎么可能不来？万剑阁的天犬剑唐英，黄泉阁的王晨，星陨阁的穆青鸾，皆被派出。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倒是热闹得紧。小姐，阁主临行前说了，凡事小心一些，多留一个心眼。毕竟此次天山血潭吸引了不少北域的年轻强者，例如那位叫做萧炎的人。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也是有所了解的，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不可轻视。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哼，天目山脉内能量超过限制，便会受到压制。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终于要开始了吗？不愧是中州，如此奇景，其他地方哪有眼福瞧见？这次就姑且试一试，自己在中州年轻一辈，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上呀！两位长老，你们便留在山脉外，接下来的交给我便好。是。那是凤江啊！小仙人一步，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多谢凤小姐助力。3000雷动。凤小姐，不过是快了你一步，就这么穷追不舍、咄咄逼人，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破掉我风雷阁的9天雷狱阵，还能从北阁主废天手中顺利逃生，果真名不虚传，是吧，萧炎？萧炎，他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萧炎。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我定会奉陪到底。好狂的口气！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等你到达血潭，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当然，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怎么走呀？哎，可惜了，没打起来。走了。也不知道这2个人真正交起手来，谁能更胜一筹？嘿嘿，等到了目的地，这2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依我看，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雾气这么大，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
6阶魔兽。好快的出剑速度！阁下是否看够了？路过而已，阁下不用紧张。在下万剑阁唐英，瞧阁下有些面生，不知他便是唐英，萧炎。萧炎，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萧炎，只是有点冲突而已，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看来这场血潭之争，又多了一个劲敌啊。好了，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希望在天山台能再遇见阁下，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天山台。不是说合作吗？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儿啊！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想必离天山血潭不远了。看来方向没错，抓紧时间追上前面那些家伙。风行剑，纳兰嫣然，快点解决吧！识相的话，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否则，辣手摧花这种事，我们可不是没干过。做梦！动手！地灵门的土溶之法，还算有些门道。在下地灵门黄天，此事与阁下无关，还请不要多管闲事。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萧炎，萧炎来到天目山脉，却发现风雷阁派出了天之娇女凤青儿前来争夺天山血潭的名额。随着能量潮汐开启，众多强者纷纷进入，萧炎也因暴露实力被凤青儿认出。在寻找天山血潭的过程中，萧炎偶遇被围攻的纳兰嫣然。早已放下恩怨的萧炎出手救下了他，也因此与黄泉阁翘楚王晨结怨。纳兰嫣然这才发现，救了自己的人竟是萧炎。异乡重逢的两人百感交集。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萧炎，没事吧？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看来阁下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现在立刻离去，我也不为难你们。哼，口气还真不小。兄弟们，上！几年未见，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实力不错，你叫萧炎，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萧炎，小心一点，他很强。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为了通灵白狐，此灵物能免疫前方迷阵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便被盯上了。哎，我对你的白狐可没什么兴趣，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白狐就别想了，你们走吧。这就难办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王晨可是一言九鼎的。王晨，黄泉阁的王晨。萧炎，要不将白狐给他吧？传闻这王晨生性嗜杀，实力早已在斗皇巅峰。放心。好，有魄力。不过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时势少。小心！异火。这王晨实力虽强，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异火正好压制他的暗属性斗气。难怪能让唐寅那般看重，的确有几分本事。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你没事吧？先找个地方调理你的伤势吧。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虽然以我的实力想挤进前10还挺难的，不过来一次也算是历练吧。此次血潭之争强手如云，你老师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老师，想要变强必须靠自己。这几年，你们在中州还好吗？这些年，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遇见了许多人和事，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老师说，心静了，人生才会风清月明。那就好。我也要去天山血潭，你可以跟我一起。不会拖累你吗？我对天目山脉一点也不熟，你在的话，我也能省心不少。那走吧。快到迷阵了，我们有通灵白狐，倒是不用担心。不过越靠近天目山脉深处，我们越要更加小心，特别要注意，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噬金鼠族。魔兽家族，实力如何？噬金鼠族虽然大多是2、3阶魔兽，但数量极其庞大，他们族长的实力也是堪比6星斗宗的强者。进入血潭的10个名额当中，噬金鼠族占据其2。这么说，只有8个名额了。这也是没有办法，毕竟噬金鼠族占据着地利。看来噬金鼠族确实不易招惹。真是憋屈！
不行，我们直接进去试上一试。别想了，这迷阵极其诡异，没有通过之法，进去也是送死。难道咱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去？我可对不起这人。就是王晨，又来一个，这是哪来的？哟，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萧炎，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关你何事？哦，对了，忘了提醒你，那女人身上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狐可是个宝贝，一定要看好了哟。通灵白狐。九星斗皇，靠近10米范围者，杀！8名斗皇，若真要动手的话，即便是萧炎，也要暂避锋芒。血潭机缘就在眼前，错过了就得再等3年。他能耐再大，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对，大家一起上！白狐在这女人身上。迷阵门口等你。拦住他！剑分，巨浪拳！小子，手段挺狠啊，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难道就想一走了之？斗宗，这天目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入吗？莫非他是？晚辈萧炎，拜见世经蜀族的前辈。小家伙，眼光还不错嘛。小子鲁莽了，这些气修丹用来恢复斗气，效果还不错，还望前辈勿怪。小家伙，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没事儿，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那便多谢前辈了。老夫名叫金谷，别叫什么前辈。小家伙，你是炼药师吧？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实在是稀罕呐。行了，你先进去吧。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通过迷阵不成问题。多谢金谷前辈。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竟无法扩散，这迷阵果然棘手。是我。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不过我们有着白虎引路，想要出去并不难。走吧。这下好了，剩4个名额。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真是倒霉。呸！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老老实实做一炮，万一那小子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到不了。请诸位做好准备，闯关即将开始。果然是高看他。抱歉，来晚了。谁呀？真是啊！希望没有耽误闯关。哎，这人是谁？赶得倒挺巧。不认识。我只知道又多了2人抢的4个名额，不过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啊，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风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哼，等血潭之事了结，帮北阁擒了他。老夫噬金鼠族族长金石，各位既然能到这里，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也清楚天目山的规矩。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才有可能得到另外8个名额。这次的关卡并不难，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抵御着石梯上的水潮音波，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啊！鼠潮音波阵，这噬金鼠族的音波攻击可是出了名的厉害。噬金鼠族最擅长的就是音波攻击，能无视斗气防御。如此庞大的音波齐发，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不会太多。音波攻击，倒是与狮虎碎金音魄有相似。能否顺利通关，就看诸位的本事了。闯关开始。提醒诸位，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过时不候。你看，他们少了。金石前辈，花骨门胡牙、胡成前来闯关。音波阵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你们可想好了？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架之力，换成是我们，估计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哎，这音波阵果然棘手。待会儿你用斗气堵住双耳，跟在我身后。噬金属的音波能直接侵入大脑，就算我堵住双耳也没有用的。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你不用顾忌我。音波斗气，能否成功，我试试怎么会知道？这般蛮闯肯定是不行的，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王晨煽动其他斗皇竞争者一起去争夺纳兰嫣然的通灵白狐。萧炎轻易化解危机，他的强大引出了来自天目山脉噬金属族的金骨。萧炎炼药师的身份令金骨对他大为欣赏。在通灵白狐的带领下，萧炎和纳兰嫣然顺利通过迷阵，抵达天山台。四方阁的4名年轻强者早已等候于此，他们将与萧炎展开天山血潭之争。噬金属的音波能直接侵入大脑，就算我堵住双耳也没有用的。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你不用顾及我。音波斗技，能否成功，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哼，这般蛮闯肯定是不行的，得动动脑子了。下一位，我来。有戏！我怎么没想到？哎呀，这不行！看，凤青儿要上了。是，他看机器上是吧？风雷阁凤青儿见过金石前辈。此行离开前，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向您问声好。多谢雷尊者牵挂，日后有机会定去风雷阁一叙。开始吧。嫣然，我的速度无法施展。这凤青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吧？凤青儿闯关成功。万剑阁弟子唐英拜见金石老前辈。来吧。四方阁果然名不虚传，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难怪能在中州拥有着非凡的地位。下一位，我们也上去吧。黄泉阁王晨见过金石老前辈，开始吧。暗属性斗气果然诡异。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这王晨的实力恐怕比寻常斗皇巅峰还要强上不少。闯关成功，下一位。星陨阁穆青鸾见过金石前辈。青鸾小姐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你的家族让你拜风尊者为师，是个正确的决定。风尊者，他竟然是风尊者的弟子。没想到兜转一圈，得来全不费功夫。
从搏斗技居然这般轻松。是啊。嘿嘿，倒是忘了，这音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效果。下一位。时间快到了，这萧炎真沉得住气。只怕不是沉得住气，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不行，没时间了。上，我也不行。他要上。晚辈萧炎，纳兰嫣然，见过金石前辈。哎，对，他就是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人。没想到连废天都没能成功擒住的萧炎，竟然也来了。没想到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你确定要带一个人？要不你一个人上去吧，带上我会拖累你的。金石前辈，我们可以开始了。你跟在我身后，可以减少部分音波的攻击。如今的你，我已经望尘莫及。逞能之辈只会害人害己。别太早下定论，萧炎实力不弱，只怕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依我看，他早就山穷水尽了。他就是萧炎，这人年龄虽然不大，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雷动，果然如传言所说，萧炎不知从何处修炼了风雷阁的3000雷动。小小之徒而已。我倒是要看看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朝音波阵。你一个人闯阵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再坚持一下，我说过会带你闯关。
岗，这银波阵的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闯关成功，下一位。你没事吧？谢了。恭喜，多谢。萧炎，你的3000雷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看刚才这速度，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佼者相比，也不遑多让。穆青鸾，逞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等3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让我来试试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哼，我也期待着呢，也不知道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是不是运气，你自己心里清楚。看来四方阁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穆小姐，能否借一步说话？我马上回来。说吧，你有何事？请问风尊者，可是穆小姐的老师？这事儿不少人都知道，你要问的不会就是这个吧？那穆小姐可知道尊师风前辈在何处？你究竟是谁？为何要找老师？故人之徒，奉师命前来寻找风前辈。至于是哪一位故人，现在不太方便说。老师喜欢云游，平日很难寻见人影。不过，你若真想找老师，便在3个月之后去风雷东阁吧。风雷东阁？害怕啦？我可不是在逗你玩。3个月后便是四方阁大会，这次的举办地点在风雷东阁，我们星陨阁自然要到场，到时老师也会去。3个月后吗？多谢穆小姐告知此事。你不会真打算去吧？到时候风雷阁阁主可会到场哦，你要自寻死路不成？放心吧，我有分寸。是你执意要去的，可怪不了我。不过，你若真是老师故人的弟子，或许到时他会帮你说情的。没其他事，我就先过去了。终于有风尊者的线索了。萧炎，金谷前辈，闯关已经结束，你跟我来一下。金石前辈，小家伙，你可知道叫你来的原因？若是没猜错的话，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体内的伤势吧？看吧，我就说这小子绝不是寻常的炼药师。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可有办法医治？怎么样？火毒入体，而且是深入骨髓。如此严重的火毒，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想要驱除，极难。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真的？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方法十分凶险，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萧炎先生，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好。其实，
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只对在斗皇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萧炎先生刚进入9星斗皇，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难度不小。那金氏前辈所说之法是？天目山顶的火山口，是整座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便是这血潭之底。我噬金蜀族耗费无数心血，才将此地开辟而出。也正因为此地，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了7星斗宗。可惜，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充斥着火毒，否则我族的实力……此乃我族秘地，你若能在此处修炼，必能突破至斗宗。前辈体内的火毒，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以前辈的实力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我一个9星斗皇，岂非更加凶险？你身怀异火瓷等天地至宝，这火毒奈何不了你。这是开启血潭底部空间结界的信物。这笔交易，你看如何？好，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进入斗宗级别后，定帮前辈驱除体内火毒。在众人的质疑中，萧炎没有放弃掉队的纳兰嫣然，带着他一起成功过阵。在等待考验结束期间，萧炎从穆青鸾处得知，风尊者将会出席3个月后召开的4方阁大会。为救老师，萧炎决定在血潭提升实力后，便去找风尊者。进入血潭之后，就是各凭本事了。希望到时候你可别被我落下太多。哼，你还是先担心会不会被萧炎落下吧，毕竟他的3000雷动可一点都不比你的差。他迟早会死在我手里。女人呢？进血潭的名额只有8个，现在却有9个人。依我看，实力最弱的那位，不如主动退出吧。哼，为了天山血潭，成为他人的笼中雀，任人玩弄，可不划算呢。我是萧炎带上来的。只有他能让我主动退出，你没资格。现在名额刚刚好，很好，这样你才有被我杀死的资格。哼。窃人之力在前，暗中偷袭在后，你的本事也就只有这些了。我的本事确实远远不及你们风雷阁。为了对付我一个小角色，你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若非是天山血潭即将出现，我倒是很想试试，在这天目山不借助外力，你能有多厉害？凤小姐想试的话，随时奉陪。没事吧？
现在便是进入血潭的最佳时机，动身吧！进入血潭后，切记不可深入，以免被火毒侵体。你若先修炼结束，不用等我可能会在里面待很长时间。好。火毒。 青鸾，竟敢抢我的东西！风雷斩，剩下这点儿就赏你了。你护不住。 怪物！这些晶石是我的了。可恶！青鸾，给我站住！看来你的3000雷道还不够快呀！萧炎下来了吗？ 再这样下去，这潭水中的能量晶石可都要被他们几个瓜分完了。这里便是空间捷径。这火毒的腐蚀性竟如此厉害，数量太多了，必是避不过去的。 不然，就算知道这是块宝地，我也不敢来。这里的能量居然对灵魂力量有增幅效果，这样原地修炼只能被动吸收能量，效率实在太慢。
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难道是萧炎？贪得无厌的家伙，他是怎么潜入那么深的潭底的？绝不能让他得逞！把这些能量晶石都夺回来！火毒！火毒太强了，再往下定会粉身碎骨。萧炎，已经2个半月了。这一次进入血潭修炼的年轻人，除了萧炎以外，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大哥，我体内的火毒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我就进入血潭之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眼下这情形，也只能如此了。怎么回事？这小子不会真要突破斗宗了吧？若真是如此的话，他将是第一位在血潭之内成功突破的人。留下的灵魂印记，老师，老师。对不起，弟子无能，让老师受苦了。小家伙，你已经走得很不错了。如此年纪便进阶斗宗，为师以你为傲。再说了，就凭魂殿的杂碎，能把老师怎么样？放心吧，小家伙。萧炎再次发誓，必会尽快踏破魂殿，救出老师。哦，你就是当年那道灵魂之力。走，快走！没想到，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都接不住的人，居然能再次来到这里。哼！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小家伙！不会就此放弃，无论前路有多难，都会闯下来。
可惜，放弃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今天，哼！下一次，我会将老师这些年受的苦尽数奉还。 看中你的炼药水平，你岂能活到今日？放弃抵抗，加入魂殿，别再幻想你那小徒弟真能来救你。萧炎，为师期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天，相信那一天不会太晚。 老师，等着我。你可是这血坛中第一位突破斗宗的。若非两位前辈提供修炼之地，小子想要突破，恐怕也是极难之事。我那位朋友怎么样了？你那位朋友倒是等了你一段时间，不过没等到你出来，便也走了。此次有劳萧炎先生出手为我驱除祸毒了。前辈客气了。作为另外的回报，我们噬金属族将会视你为一辈子的朋友，提供任何你想要知道的情报。我们这支噬金属族啊，在魔兽界中还有着百晓生的称号。你想知道什么？我们定知无不言。不知道金谷前辈可曾听说过古族？萧炎先生，怎么会突然提起古族？莫非是与他们有什么矛盾？矛盾倒是没有，只是想知道一些与古族有关的消息而已。那就好。说起古族，他们可是放眼整个中州，就连魂殿、丹塔或者魔兽界的三大远古家族，都相当忌惮的存在。至于原因嘛，古族是自远古便传承下来的姓氏家族。据传，他们拥有着斗帝血脉。天山血坛终于开启，在萧炎的力挺之下，纳兰嫣然也获得进入血坛修炼的资格。为了尽快提升实力，萧炎不顾危险，独自潜入血坛底部。而此时，凤青儿等人还在为争夺血坛中的修炼资源大打出手。萧炎凭借异火以及噬金属族的信物，顺利进入了资源更优质的捷径空间。在其分身的助力下，以极快的速度吸收能量晶体。待突破桎梏后，萧炎的灵魂之力竟再次进入药老关押之处。与老师的短暂相逢，更加坚定了萧炎解救老师的决心。斗帝血脉，传说若能达到斗帝之境，其后嗣也将拥有得天独厚的修炼天赋，好运者甚至能继承斗帝血脉。放眼斗气大陆，能与传承斗帝血脉的古族相抗衡的势力亦寥寥可数。古族背景竟如此强大，难怪薰儿要我步入斗宗级别后才能寻他。今日他这样没问题吧？
这是正常现象。哦。金谷前辈，可知古族在何处？古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中州东域，族中之人大多居住在古界。至于古界具体在何处，我便不知情了。古界？斗圣阶别的强者撕裂虚空，开辟出一方独立空间。 其强大之处远非你我所能想象。那古界便是由古族历代斗圣强者构建而起，经历无数年的加固与扩张，其面积定是十分辽阔。救出老师后，便去一趟古族。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多谢金谷前辈。 金石前辈体内的火毒已经去除，剩下的就是好好调养了。多谢萧炎小兄弟，两位前辈客气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不知道萧炎小兄弟接下来有何打算？接下来，我要去一趟四方阁大会。这次四方阁大会是由风雷阁举办。 萧炎小兄弟一定要小心呐！那凤青儿通过这次血谈，实力也达到了斗宗。可是这届四方阁大会的夺冠热门，放心吧，两位前辈，小子自有分寸。斗宗级别的速度果然不同寻常，没有动用古意，也能这么快离开天幕山脉。风雷东阁。 倒是挺远的，得加快速度，绝不能错过四方阁大会。好浓郁的风雷之力，这四方阁大会倒是吸引了不少人。 周爷，好久不见了，你也来了，老同期。这些人实力都不弱，没想到才到这里，就遇到了凤青儿身边的两名长老。要是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怕是无法再见到风尊者。快！第5招，只要接下这招，就能参加比赛了。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儿，不通过。能接下老夫5招者，便可由此路去参赛。当然，若是前来捧场观赛的，请从左边10道登山。走。此行目的只为寻风尊者，还是低调行事，尽量避免暴露身份。下一位，请上台。这位朋友，我看你已经达到参赛资格了，为何不来试试？不必了，我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对大会没有兴趣。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竟也是个高手。这家伙也太嚣张了。此人有什么不对吗？不知道，我也只是在他踏入10道的时候，感觉我的火属性能量波动了一下，多半是错觉吧。 飞天，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迎雷尊者。
极为恐怖。哈哈哈，剑尊者，这一次你倒是来得快呀！剑老头还是这副臭脾气。剑尊者。 看来你对当年的那场比试还是心存不满呢。黄泉尊者，雷尊者，当年老夫只是惜败于雷尊者，但比起某个在风尊者手中仅支撑了100余回合的人，却是强上不少。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却喜欢最后一个到。 哎呦，真是！4名尊者都来了，真可谓群英汇聚。也不知这次大会胜利是风尊者。若风尊者真是重情重义之人，那将是助我解救老师的最大帮手。今日是四方阁盛会开幕之日，雷山圣地乃我风雷阁所在。本尊在此感谢诸位远道而来，为雷山捧场添光。大会即将开始，望诸位遵守规矩，不要行出格之举。风雷烈烈，一令中州！风雷烈烈，一令中州！ 本届大会筛选而出的参赛者共有53人。老规矩，众人竞技，不可对投降认输者再动手。认输者离场，剩下的生死不论，角逐4强。现在，请参赛者入场。是啊，我支持你们！有氧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咱们也加油啊！加油！ 哎，风雷阁的人呢？风雷阁怎么没人来啊？就是啊，风雷阁是啊。 既然人已到齐，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开打！开打！上去啊！仗着人多势众，欺人太甚！谢别打，照这么打下去，你我都没有胜算了。我们联手吧。地面人数太多，容易混乱出局，到时候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们有凤七20级，这次的四方阁大会必然是我们第一。那要问问我们万剑阁同不同意了？星陨阁还没开口，有万剑阁算什么东西？打呀！来打呀！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还没资格挡我的路。可恶，竟已完全看不透他的实力了。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果然不一般呐。风雷阁真是深藏不露啊！这届大会，应是风雷阁胜算最大。哈哈哈，风尊者过誉了，你那女弟子也不是凡俗之辈，若是施展天伦血脉之力，也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啊。王晨实力不及这几个，看来这次大会，黄泉阁又有垫底了。不愧是中州，如此年轻的斗皇强者，只是四方阁大会，便吸引了如此之多。林燕，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几年不见，林燕竟然也达到了斗皇层次。看来这些年，他也有所奇遇。这家伙的身法似乎很奇妙啊，就是这左摇右摆的，怎么好像只鸭子？林燕这家伙竟然还在其中。不对，他们似乎在故意驱赶林燕。不好，是个圈套！停！我认输，这就认输了。我可才热身呢。不要脸的混蛋！这就是你的遗言吗？怎么这样？现在干什么这样了？你想干嘛？又死在这里了吗？你这家伙，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嘘，别出声。你怎么也来中州了？来者何人？他为何干扰大会？此人无视大会规则，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诸位不去找他，为何还来问我？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杀了就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你能留到现在，不过就是靠着偷袭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有何可嚣张的？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敢得罪黄泉阁！这人，你是何人弟子？黄泉阁如何？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这小子有古怪。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但对方仍下杀手，已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雷尊者，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按照规矩办事，冲撞大会举办者雷杖50下，逐下雷山。错可不在他，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头？风尊者所言不错，不如各退一步，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大会继续举办，如何呀？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形势有看法，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与王晨比上一场。你若胜了，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如何？这老家伙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这王晨实力很强，若是不敢应战，那就给家师磕3个头谢罪，再拜我为师，此事便作罢。否则你们走不掉。别冲动。放心，内院出来的人绝不会低头。要战，便战吧。为增加解救老师的成功率，萧炎前往四方阁大会赛场探访药老至交好友风尊者。不愿招惹麻烦的萧炎，伪装成普通看客，潜入四方阁大会现场，目睹4大尊者霸气降临。随着四方阁大会正式开始，各方天之骄子汇聚一堂，为夺冠爆发激烈大战。令萧炎意外的是，挚友林燕竟也出现在赛场中。林燕遭人暗算投降后，仍被实力强劲的王晨追杀。萧炎不忍林燕殒命，当即出手相救，没想到却被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是半只脚踏入斗宗，那小子有些古怪，正好给王晨练练手。雷尊者，让他们占用一点大会时间吧。是。此事因你而起，便由你来解决吧。若是未完成，你应该知道后果。师尊尽管放心，此人辱我黄泉阁，弟子定叫他付出代价。你先疗伤，我这里要不了多长时间。那家伙要是敢伤了萧炎，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他好过。现在认输，再磕3个头，我可以让你滚下雷山。小子，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阁的。竟然用尺做武器！不过如此，只是热身而已。这股气势，竟比一些斗皇巅峰的强者还强上许多。绝不是王晨已是半只脚踏入斗宗了。纯斗宗吗？若是再纠缠下去，恐怕会暴露身份，还是速战速决吧。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后悔机会。
去！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萧炎居然达到了斗宗层次。此次不简单呐，王晨这次恐怕要输了。还没结束，胜负未分，言之过早了。六合有身诀，六合果。斗宗。斗宗又如何？我要让你见识黄泉阁真正的噩梦——黄泉血诀！黄泉毒尸地！废物，把他扶下去。在下已经完成约定，告辞。站住！我知道你是谁了，萧炎。是他，这家伙居然是萧炎，他疯了不想。他竟然真的敢来！既然是他，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根本未将我风雷阁放在眼里。萧炎，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萧炎，就是强行破掉风雷北阁三大长老布下的9天雷狱阵，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个啊！他竟还敢来雷山！这小子居然就是萧炎，这下好玩了。要不要闯出去？交给我便是。他便是那个萧炎。怎么，废阁主今日又想对我出手了？残也。几个月不见，实力确实有所长进，难怪这么嚣张。再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专干以老欺小，以多欺少之事。小子狂妄！雷尊者若真觉得小子与风雷阁有这仇，何不自己动手？以斗尊级别的实力，小子恐怕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这小子倒也狡猾，几句话便逼得雷尊者无法出手。不要在本尊面前耍小把戏，要擒你，还不需要本尊出手。当然，有废天北阁主这等老前辈在，自
山不让雷尊者出手。反正是风雷阁常干的事。这萧炎令我风雷北阁名声大损，今日说什么能将他放走？萧炎的恩怨，因此番出手，究竟是何意？聒噪！郑大吉，你从哪儿得来的？你与他是什么关系？师徒。你需要给我证据。古灵冷火，当年我中毒性命垂危之际，若非他以古灵冷火相救，恐怕我早已陨落。这深入灵魂的火焰，果然是他的传承。他现在身在何处？老师如今被魂殿所擒。魂殿，果然。先解决今日之事吧。老夫本名风贤，你是他的徒儿，若你不嫌弃，将我当做你的老师便可。故人之徒，见过风老。他和风尊者是什么关系啊？今日之事，交给我便好。风尊者这是何意？雷尊者，有话好好说。雷尊者，今日其他事或许可以依你，但萧炎，风雷阁不能动。风尊者若是要执意插手，恐怕会连累我们两个的关系。不必多言，若风雷阁执意要取我这徒儿性命，今日两阁开战，我星陨阁奉陪到底。你，这萧炎究竟与风贤有何关系？萧炎偷学我风雷阁3000雷动，更是夺取了3000雷幻身的修炼之法。若因风尊者一言接过，我风雷阁日后如何行事？雷尊者此言未免过于武断。3000雷动，只是小子在中州之外的拍卖会获得，何来偷学之说？况且，3000雷幻身之法也已被飞天阁主收回。看在风尊者的面上，此事交与飞天。他们二人决一胜负，你我皆不插手，如何？飞天与萧炎之间辈分相差太多，以强凌弱，以老欺小，可不是什么好名声。风贤老儿，欺人太甚！当我风雷阁怕了你们不成？要我风雷阁什么都不做，就这般放过萧炎，此事绝对办不到！
既然风尊者您觉得北阁主辈分高了，那便由青儿出手吧。若萧炎败了，必须承诺以后不再使用3000雷；若是青儿败，恩怨一笔勾销。此战前提是禁止使用他人的灵魂力量。大家有事好好商量。废天辈分远比萧炎高，让他出手是有些不妥。何不如直接让年轻一辈较量？青儿，你知道该怎么做。此女实力非同凡响，不是寻常斗宗。风雷阁凤青儿，奉命一战，你可敢应战？萧炎凤雷便是。风雷斗气，既能将风雷的锐和雷的狂暴属性完美融合，难怪你有越级挑战的特殊能力。在我的认知中，你不断借助外力来为自己制造声势，不管是之前的魂体，还是如今的风尊者。换句话说，这便叫狐假虎威。可惜你今日遇到了我，这些手段都无用武之地。既然如此，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彩凤朝元，六合永生池。风沙指，萧炎，一指取你命！看样子，那家伙是彻底没了。真不愧是风雷阁最强斗技啊！为救灵焰，萧炎惹怒了风雷阁和黄泉阁两大势力。为解决麻烦，萧炎决定以黄泉尊者所言，战胜王晨后再带走灵焰。萧炎一路碾压王晨，最终令其惨败，狠狠打脸了轻视自己的黄泉尊者。没想到王晨却揭穿了萧炎的真实身份，导致萧炎被废天逼入绝境。危急时刻，风尊者因感应到药老的纳戒，出手保下萧炎。萧炎为了结与风雷阁之间因3000雷动而产生的纠葛，答应和凤青儿一战。且看萧炎如何对战风雷阁最强斗技。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雷烈烈，屹立中州。风雷烈烈，屹立中州。
居然抵挡不住萧炎这朵火莲！不过如此。两种异火，区区人类，还没资格在我堂堂天妖皇族面前放肆！血海吞灵！ 竟然能将我逼到这般境地，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凤翼在哪里见到过？本小姐现在就要让你知道蝼蚁的命运。这力法，他已经拔升到3星斗宗，人类居然能发出这等威压！ 这等恐怖的威压，那少年怕是性命堪忧啊！难道这凤星儿？他是天妖皇族，天火3玄变。哼，就算你也有提升实力的秘法，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天妖皇族，怪不得你要亲自出手为他遮盖气息。能够逼得青儿施展本族秘籍，你那过人之徒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妖皇圣象，吞天纳地。 关羽这弟子出了些什么状况？萧炎岂不是要得罪整个天妖皇族？莫非风尊者还真以为那小子能赢？施展本族秘籍的青儿，即便是风雷阁实力强横的长老，都奈何不了他。胜负未分，还是不要往下定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
取到你性命前，他可会跟你一辈子。依靠外力的废物，竟然与我共享天才之名。萧炎，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还能坚持多久。 这萧炎果然还是敌不过风清儿。是啊。风雷烈烈！竟能融合3种异火，不愧是你的弟子。佛怒之下，鬼魅无存。 普通人类血脉的废物，以为同样的招式会对我有用吗？这妖皇钟乃是天妖皇祖斗圣先辈所创，一直从远古传承下来，只怕是6星斗宗都难逃。此子怕是只能支撑到这一步了。可惜了，圣象妖皇钟必须要血脉之力才能施展，不然我黄泉阁……这剧中的威力竟如此恐怖，凤青儿不会是哪个隐秘大宗的子嗣吧？萧炎，你……哼！你那个故人之徒好像不行了。 风雷烈烈！
更恐怖的斗技，若是我与之对上，只怕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如此。萧炎，去死吧！沈竟然输了，输了！那少年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传闻过人不假，怎么记住了？3000雷幻身，可惜只是入微级别罢了。萧炎，你输了。我不会输，再来！滚！这种感觉，古皇血晶，什么意思？你敢染指天妖皇族的东西，难怪你能施展出那样的斗技。染指天妖皇族，萧炎敢染指天妖皇族，太厉害了！凤青儿就是天妖皇族。这样，青儿，怎么回事？他身上有我天妖皇族的古皇血晶。比赛输赢乃常事。若因一时胜负而平白无故冤枉人，岂非贻笑众人？你虽是天妖皇族之人，但也不要以为这中州你们可以横行无忌。先前我从他身上所感应到的，就是我族的古皇血晶。此事若属实，我族必会派出族内执行队出手。天妖皇族，那些霸道的家伙！凤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只是你太在意一场比试的输赢，才如此冤枉我。如果你觉得我是在冤枉你，那你可敢让我搜寻你的纳戒？虽说我们星陨阁比不上天妖皇族，但也不是能够任人欺凌的。就凭你一己之言，就要查人纳戒，老夫不答应。整个星陨阁也不答应。不交出纳戒也行，但我必须按照族内规矩施展一种搜查之术。若是依然没有结果的话，我愿意为此道歉。凤老前辈，此事便让萧炎一人承担吧。好吧，既然你执意怀疑我染指了你们一族的东西，那么便用你那搜查之术。好好搜查一番吧。没问题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凤青儿在萧炎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斗技下渐落下风。不甘落败的凤青儿不惜暴露天妖皇族的身份，以天妖皇族斗技追击萧炎。身处险境的萧炎冷静应对，寻找机会，最终以3色佛怒火莲轰碎凤青儿的最强一击，成为这场决胜之战的赢家。不曾想，萧炎藏在纳戒中的古皇血晶竟被凤青儿发现。他虽及时以异火压制，但还是引发2大斗尊对峙。萧炎又将如何化解危局？怎么可能没有？凤小姐，可有结果了？你将古皇血晶藏到何处去了？凤青儿，若再胡搅蛮缠下去，休怪本尊不给天妖皇族面子。青儿，今日之事或许是个误会，休要胡闹。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别着急走啊，凤小姐。作为风雷阁的首席弟子，想必不会言而无信吧？这凤青儿还不给人道歉，风雷阁做事未免也太掉价了吧？就是，原来首席大弟子的气量就只有那么点儿。今日之事，是我凤青儿冤枉于你，还望萧炎先生见谅。雷尊者，既然比试结果已出，按照约定，萧炎与你们风雷阁的恩怨也该一笔勾销了吧？萧炎，你技艺胜出，看在风尊者的面上，本尊便不再与你计较。不过，若是日后3000雷动从你这传了出去，那便谁也救不了你了。放心，小子自是知晓。还是雷尊者大量。今日的四方阁大会的确是风雷阁更胜一筹。我建议这一届的4阁首座之位还是归风雷阁。既然四方阁大会结束，我星陨阁还有要事处理，先不奉陪了。我们走。青儿，你先前所感应的，真是古皇血晶？绝对错不了，但为何刚才搜查不到，青儿也不明白。你先将古皇血晶一事传回族中，到时候即便是有星陨阁阻拦，以天妖皇族的实力，要收拾那小子也不难。对，你受伤了，先找个地方疗伤。萧炎到底怎么了？血晶，原来他将这东西藏在异火中。如此浓郁的古皇血晶，至少是斗尊级别的天妖皇血脉才能提炼而出。幸好先前没被搜查出来，不然被天妖皇族知道，斗尊级别的古皇血晶落到他手里，怕是免不了一场不死不休的追杀。此事绝不可泄露出去。既然古皇血晶已经被逼出来了，
为何萧炎还这般痛苦？若老夫猜的没错，这古黄血晶估计不止3滴，剩下的都还在他体内。先前他将古黄血晶藏在异火之中，虽然躲过了搜查，但异火的高温也让血晶能量散布全身。如今想要彻底逼出，已无可能。我就不信能把你提炼出来，还收拾不了你。汇聚一处，一网打尽。强度的绝好灵药。糟了，古黄血晶的能量太过狂躁庞大，若是吸收不完，可就玩大了。他这是想靠自己吸收掉古黄血晶。古黄血晶虽然对提升人体强横程度有极大的效果，可身体若承受不住，恐怕会爆体而亡。一点魔术血晶而已，没那么夸张吧？而且有风前辈在，肯定有办法救萧炎的。通过外力强行逼出血晶，即便能救下萧炎，他也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伤势，恐怕……不知萧炎是否还有其他手段？目前只能静观其变。你们先去外面戒备，别让任何人靠近。真是说什么来什么，他的身体明显承受不了这股庞大的能量。该死，又撑不住了！必须强行逼出他体内的古黄血晶了。药尘的体子绝不能在我手里出事。强行逼出血晶会有不小风险，但能保你性命。这是……炼化了这对古印，不然眼下可找不到和金旋互不排斥，还能吸收掉过剩能量的东西。居然是天妖黄翼！哼，药尘，即便是你我，想动天妖皇族的人都要思量一下。你这弟子还真是胆大。抱歉了，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无妨无妨。小家伙，你已经彻底吸收了古黄血晶。刚才的凤鸣龙音，每一样都是天下间1等1的音波，没想到你居然能同时拥有。我这龙音来自当初的阴阳玄龙丹，但这凤鸣，难道是我吸收了古黄血晶的原因？没事就好，以后要小心使用这天妖黄翼。否则，一旦被天妖皇族发现的话，会有大麻烦。没想到古一吸收了剩余的血晶能量后，居然变强了这么多。想必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没想到你居然能成功吸收古黄血晶。你这家伙，亏我这么担心你，给我轰飞这么远，身体被淬炼的这么可怕了，跟头魔兽似的。萧炎，把你知道的和药尘有关的事都告诉我。老师，那日老师为护我，被魂殿抓走。老师他落入魂殿之手后，备受折磨。魂殿，老夫跟你势不两立。寒风，这个畜生，他竟敢弑师！青鸾，立刻传信通缉寒风。老夫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风老，我早已为老师报仇雪恨，寒风现在也只剩下一道灵魂体苟延残喘。萧炎，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寒风。出手！不要杀我！不关我的事！我现在就让药尘清你门户！风老且慢，眼下还需留他一命，只有他知道老师下落。对，我知道药尘被关在哪里。说，药尘现在被关押在何处？他现在被困在中州西域的明城，那里有魂殿的一座分殿。明城，没想到那里也有着魂殿的分殿。那座分殿一共几位尊老？一位。哼，你真当本尊对魂殿一点都不了解？魂殿分殿，再不济也有2位尊老级别的分殿主镇守，更何况还关押着药尘这等炼药师。寒风，你还是贼心不死。先将那畜生收起来吧，或许以后还有用。风老，您和老师早就与魂殿打过交道。当年，我隐约察觉魂殿在进行一个需要不少炼药师才能完成的庞大计划。后来，我和药尘在一次遗迹探险中与魂殿交过手，恐怕就在那时，他被魂殿盯上了。原来，魂殿这么早就盯上老师了。药尘，莫非萧炎的老师就是我们星陨阁从未露面的阁主药尘药尊者？阁主？当年药尘与我一手创建星陨阁，这些年虽然他失踪了，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回来的。阁主的位置，永远为他保留。就药尘之事不能鲁莽，也不能传出半点风声，不然魂殿一旦转移药尘，要再寻找更加困难。可若是拖久了的话，我会先派人将那座分殿的实力摸清，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放心吧，药尘的炼丹术对魂殿还有用，他们不会轻易动他的。老夫接下来会先回星陨阁。小家伙，你呢？小子想先去参加丹塔的丹会。丹会吗？药尘可曾是丹会冠军，你身为他的弟子，可不能落了他的名声。不过，我想你是为那3000焰炎火而去的吧？正如风老所言，
这中州强者如云，接下来营救老师必会危险重重。只有尽快得到3000焰炎火，才有与斗尊强者的一战之力。这星玉你拿着，之后若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捏碎它，老夫就会凭借着感应找到你。多谢风老。万事小心。药尘能将焚诀交给你，足以见得他对你的重视。于我而言，老师早已和父亲一样。若是没有老师，就没有如今的我。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救出老师。药尘没有看错人，我会尽快打探出魂殿在明城的实力情况，也会联系与他交情不错的强者。到时同去营救。小子替老师谢过风老。好了，时间紧迫，就各忙各的去吧。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记得捏碎星玉。萧炎谨记。药尘，这么多年，总算有你的消息了。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希望他们顺利抵达丹城。萧炎，你现在打算去哪儿？我要去丹塔。哦，丹塔所在的地方名为丹城，那里可是全大陆炼药师最多的地方。即便是使用空间虫洞，至少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到。那还等什么？走吧。斗气大陆每过30年，会有丹塔举办一次炼药界最为盛大的丹会。于是萧炎决定前去参加丹会，试取3000焰炎火，为救出老师做足准备。赶往丹域的途中，萧炎为之后施展其底牌毁灭火莲，修炼弄焰诀，成功将3种兽火融合为化生火火种。得知柳晴所在的天皇城有空间虫洞可直达丹域后，萧炎和林燕决定即刻前往。这便是柳晴所在的天皇城。萧炎，你等等我，飞这么快，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拜托，要不是等你，我和柳晴早喝上了。你这家伙，哎，听柳晴说过，这天皇城内的空间虫洞能直通丹域，他们柳家便是这虫洞的掌控者。不过，这片区域方圆几千里，真正的霸主则是3谷之一的焚炎谷。焚炎谷，这天火3玄变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拥有焚诀的你，若日后收集了3种异火，同时开启3重变化，那种实力的增幅，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这焚炎谷的底蕴相当强，还传承了一种名为9龙雷罡火的异火。你小子知道的还挺多。嘿，那是。哎，我可提醒你啊，别轻易使用天火3玄变，万一被焚炎谷发现，麻烦可不小。哎，听说了，我知道了。那柳家好像遇到麻烦了，据说在和程家争夺空间虫洞的管理权呢。是吗？哎，不知道这天皇城的虫洞还能不能用，真讨厌。谷主下令，谁能找到高阶炼药师助他炼制丹药，
这空间虫洞往后的3年管理权便交给其家族。可是长老，赤火长老大可放心，即便是在丹塔中，增修大师都算得上接近尖端的炼药师，他定能助唐谷主一举成功。你，赤火长老，这事来得太突然，能否给我柳家几天时间？我定会全力寻找6品炼药师。长老，时间若是耽搁了，我程家的损失倒是不大减，可万一误了唐谷主的大事，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找到6品炼药师？你们，菲儿，哥，大局为重。时间紧迫，老夫不敢拖延。你柳家今日若请不出6品炼药师，那就将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交给程家吧。6品炼药师很了不起吗？踏空而行，这是斗宗。这人怎么这么眼熟？6卿6妃，好久不见。哼，遇到难处，兄弟你就尽管说。林燕，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啊？怎么会呢？6卿6妃，好久不见。你是萧？他呀，最近得罪了风雷阁，得低调点儿。萧炎，真的是他吗？好久不见。你小子现在已经突破斗宗了。7星斗皇，你也不错嘛，比林燕要强上不少。哎，可不得你这么损人的，不就一个小小的斗宗吗？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6卿，需要帮忙吗？没事，我会想办法的。你好不容易来趟天皇城，别为我的事惹麻烦。当初你跟我去加玛帝国时，可不曾怕惹麻烦。可是，哎，前辈，小子愿与这位大师比试一番。哦，你竟还是炼药师？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没想到他不仅是斗宗，还是位炼药师啊，厉害！增修大师，恐怕有些人不太懂您6品炼药师的尊贵身份。小子，我也不欺负你，只要你能用灵魂力量将我击退，便算你胜。既然这位小友也是炼药师，那便比试1、2吧。比试灵魂力量，这未免太胜之不武了。放心吧，小伙子，我会手下留情的。我说的是我自己。这种级别的压迫感，我只在丹塔一些长老的身上感受过。怎么可能？小子，休要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真是无趣。给我破！我说这小子没问题吧？赢了，哥！这不可能！曾修怎么会输给这小子？前辈，这场比试想必有结果了。小友实力超凡，轻松获胜。天皇城空间虫洞未来3年的管理权也归柳家所有。多谢赤火长老。太棒了！还不知小友名讳？
炎萧。如今空间虫洞的归属有了结果，炎萧小友既然是代表柳家的炼药师，按照规则，还请小友随我去趟焚炎谷。去焚炎谷，也许有机会拿到完整版的天火三玄变。既然出了手，自然不会推脱，还请前辈稍等片刻。喂，你真打算去焚炎谷？万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放心吧，柳青，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不知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究竟所为何事？我家谷主大人一直想炼制一枚等级不低的丹药，不过他并非炼药师，这次便是要从邀请的炼药师中选出2位，助他一道炼制。若是成功，焚炎谷定有重谢。原来还有挑选。当然，即使最后没有被选中，焚炎谷也不会让小友白来一趟。啊，前方便是我们焚炎谷的总部，坐稳了，炎萧小友。小姐，赤火前来复命。小姐，天皇城所引荐的炼药大师已经抵达。炼药大师这么年轻，赤火长老，你不会被骗了吧？小姐，炎萧先生虽然年轻，但他已是6品炼药师，实力更达到斗宗阶别。这般年纪便是斗宗，这位小友还真是年轻有为啊！又是6品炼药师，又是斗宗的，赤火长老，你可别阴沟里翻船啊！啊！莫大师放心，老夫这点眼力还是具备的。见过堂谷主。各位免礼。这位小友怎么称呼？在下炎萧，见过堂谷主。谷主，这位小友乃天皇城举荐的炼药师。能够在晋级斗宗的同时，炼药术也有所成就，这可不是简单的事。爹，别光听人耍几句嘴皮子就下定论，之前试过那么多次都失败了。火儿，不得无礼。炎萧小友，小女如有冒犯，还请勿怪。堂谷主谬赞了，在下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既然人已到齐，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老夫需要炼制一枚丹药，而这枚丹药的品阶算是7品高级。7品高级，炼药并非老夫所擅长，所以需要筛选2名炼药师，能够抵御我那9龙雷罡火的煅烧。终于可以见识到9龙雷罡火了。话不多说，各位，测试正式开始。这9龙雷罡火的龙威，居然有震慑灵魂力的效果。 9龙雷罡火，异火榜上排名第12，如
仅一剑，果然名不虚传呐！原来这才是九龙雷罡火的真身，今天真是来对了，不虚此行啊！大家召唤火焰一起上，说不定可以抵御住这九龙雷罡火。老夫献丑了。天寒火，据说蕴藏此兽火的天骨蟒只出现在古灵冷火出现的区域。遇上天骨蟒，老夫已经算好运了。没想到这天寒火也与老师的古灵冷火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爹爹，看来幻大师可以勉强坚持下来。幻大师，您已通过考核，可以先休息了。幻大师已经通过测试，还有哪位大师愿意挑战？言萧小友，可否一试？若是害怕了，现在走还来得及，不然一会儿被烧得连衣服都不是。异火，衣服的事就不劳烦操心了。这也是异火？哼，有异火又能怎样？难道还能比九龙雷罡火强吗？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那就开始吧。怎么会？九龙雷罡火的异火能量居然产生了如此波动！怎么可能？啊！这个年轻人果然不简单呢。异火榜上似乎没有这般色泽的火焰，唯一与之相像的，便是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但即便是青莲地心火，也不至于让九龙雷罡火这般忌惮。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异火？是啊，他究竟是谁啊？潘谷主，不知道在下可算是通过了？那是自然。老夫有言萧小友和幻大师相助，成功几率大增啊！只要两位能助我炼制成功，报酬唐某则会尽力满足。不知这报酬可包括焚炎谷的一些功法或是斗技？只要不是我焚炎谷的不传之秘即可。不知言萧小友看中了哪一种？天火三玄变。程家为夺走空间虫洞的管理权，帮焚炎谷邀请到了一名6品炼药师。萧炎仗义出手，帮助旧友柳晴以碾压之势化解柳家困局。为得到完整版天火三玄变的萧炎，应下赤火长老邀约，前往焚炎谷。面对在场诸多高阶炼药师，萧炎施展琉璃莲心火，震惊四座。自焚炎老祖创建焚炎谷以来，
九龙雷罡火便是代代相传，只有成功收服此一火，才能继承谷主之位。小女火儿，当年因强行融合九龙雷罡火失败而遭反噬，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便会生机枯竭。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小女，脾气也变得越发刁蛮。这次请2位来协助炼制7品丹药火蒲丹，便是救小女最后的机会。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别说天火3玄变，就是搭上老夫的性命又何妨？所以，恳请2位务必成功。汤谷主是个好父亲，严某定当竭尽全力。幻某不会辜负唐谷主的信任。此次需炼制的丹药名为火蒲丹，品阶在7品高级。2位大师先前已经看过药方，那么接下来就劳烦2位按照药方各司其职便好。山容鼎，这可是天鼎榜上之物，没想到居然被收藏在唐谷主手中，当真是让人羡慕。此番炼制火蒲丹所需时日不短，还请2位鼎力协助。自当尽力而为。2位开始吧。我会用九龙雷罡火协助2位炼化药材，融合药材则拜托2位了。没想到这严萧年纪虽小，竟也坚持了整整10日啊！哼，我看他只是运气好罢了。炼制火蒲丹的过程果然繁琐，光是药材的炼化与融合，就已经造成了灵魂力量的极大消耗。幻大师，您还好吗？放心吧，没问题。这最后一步的融合才是最为关键的。严萧小友，开始吧。难道融合成功了？能坚持到这一步，这2人都是有本事的。尤其是那严萧，灵魂力量格外磅礴不说，还能在保持融合速度的情况下，不出丝毫差错。火儿，这次看来真的有希望了。但愿吧。
这样，就这么失败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明明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唐谷主，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炎萧逍遥，你能独自炼制这火扑丹？继续炼制，或许还有一丝机会。可若就此放弃，便是彻底失败。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吧？你独自炼制这火扑丹，怎么可能？怎么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是谁教出来的？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炎萧，爹，就让严大师继续炼制吧。霍儿可没那么容易认命。好，那便请炎萧小友出手吧。即便最后失败，老夫也绝无怨言。我会竭尽全力一试。待会儿你不要远离，记得细细观摩我的手法。能够观摩老师亲自炼丹的机会，我可不会错过。没想到，他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丹药的融合。不过，这7品高阶丹药的丹雷，威力非同小可。以炎萧的实力，若被击中，绝无生还的可能。爹，你快帮帮他！炎萧小友，丹雷就交给我，你安心完成最后一步。不劳唐谷主，我等的就是这丹雷。李瑶魁，去！那是什么？啊！斗宗级别的傀儡，这小家伙居然拥有斗宗级别的傀儡。看来要晋级成天妖魁，难度还是不小啊！唐谷主，信不署命。谷主，天火3玄便不是寻常秘法，祖训不可违啊！二长老，本宗事先已答应了炎萧小友，你现在这般说，是想让我失信于人吗？可是谷主，炎萧小友，炎萧见过唐谷主，恢复的如何了？已无大碍，多谢谷主关心。你便是那个炎萧吧？前段时间，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听闻一名陌生青年与风雷阁的恩怨，
此人单枪匹马闯上雷山，在击败风雷阁的凤青儿之后，扬长而去。那名青年名为萧炎，萧炎与炎萧，莫非是同一人？萧炎，炎萧，在下的确是萧炎。小子行走在外，遮掩一下容貌，也是为了多一层保护。既然大长老不喜，那揭开便是。如若问心无愧，又何必遮遮掩掩？你与风雷阁结怨，便是因为你身怀他们的3000雷动。如今你又想要我焚炎谷的天火3玄变，怎么，你就对别人的斗技这么感兴趣？住口！萧炎小友是我焚炎谷的客人，各位长老说话还请客气些。谷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也不好为难。不过，如若他能按规矩像谷内核心弟子一样通过考验，自然不会再引来他人非议了。唐谷主，既然2位长老执意要考验在下，那便依他们吧。否则，今日我怕是不能如愿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快看，好像又是那个炎萧。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不知2位长老要如何考验我萧炎？此事事关重大，便由2长老亲自出手考核。若萧炎小友能坚持10个回合，便算你赢。爹爹，谷内核心弟子考核从未有过长老们亲自出手的先例，更何况无尘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8星斗宗。唐小姐放心吧，无论怎样，天火3玄变，我今天要定了。狂妄！残影，这就是风雷阁的3000雷动吗？果然有些门道。2长老好眼力。哎，纯阳绵手。这招如何？你若放弃天火3玄变，这门高阶斗技便让你带走。再来！冥顽不灵，老夫倒是要看看，究竟是我焚炎谷的天罡碎石步厉害，还是风雷阁的3000雷动更胜一筹。6合游身诀，6合火。你就这点手段吗？认输吧！老夫若是想要杀你，你早就已经没命了。啊！居然是分身！9个回合了，这是3种异火融合。老夫的确小看了你，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最后1回合，老夫不会再留手。对后辈施展这种威力的斗技，这个老家伙越来越不要脸皮了。火罗盖天地，
浮尘这是要施展太乙火罗掌中最强的太乙火罗符。去，我怒火莲。 再不收拾这残局，恐怕焚炎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团糟。收！萧炎被唐振的父爱之情所感动，愿竭尽全力救助唐火儿。火蒲丹将成之际，幻大师灵魂力量耗尽，无法继续。萧炎临危请命，独自炼成火蒲丹。为报答萧炎，唐振答应让萧炎观摩天火三玄变，此举却遭到焚炎谷长老们的反对。 萧炎为获得天火三玄变的完整传承，毅然与无尘长老一战。若是再不收拾这残局，恐怕焚炎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团糟。收！这萧炎居然将异火发挥出此等威力，我焚炎谷掌控九龙雷罡火这么多年，也未曾达到这般地步。此子当真是不凡呐！10回合已至，武尘，你输了。按照约定，你获得天火三玄变的传承资格，恭喜你，萧炎。 能与炎盟结盟，实乃我失明宗的荣幸。我等定会向宗主传达女王陛下的提议。没有别的事，今日便到此为止吧。在下告辞。失明宗的人还真难对付。大哥，你们可真能忍，我差点就直接动手了。 失明宗虽然表面上愿意归顺，但恐怕会包藏祸心，日后还要多加提防。我的想法和您一样，防人之心不可无。接下来我要闭关一阵，后续就辛苦二位了。女王尽管放心。大哥，小炎子昨天来的信中说什么了？好像还有一封单独的信和丹药是给美杜莎女王的。他说。 他已经出发前往丹域了，让我们不用担心。他还说感谢咱们帮他打理炎盟，特别是美杜莎女王。蔡丽，幸不辱命，天魂溶血丹我炼成了。 只盼这天魂溶血丹如我等所愿，让你彻底摆脱身体的危机。将炎盟托付给你，相信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我一意孤行，却连累了你来守护炎盟。此番歉意，一时无法当面对你诉说。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执着。之后我便会前往中州。 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但愿
我能活着迎来我们重逢的那一天。保重。还是头一次看到传承技能的水晶球发出如此强烈的光芒。这天火三玄变虽为我族秘法，倒是像为他量身定制的一般。花儿，你可知这天火三玄变的由来？不是我们焚炎谷创始人焚炎老祖所创吗？当年斗气大陆上曾出现5位距离斗帝仅1步之遥的至强者，而咱们的焚炎老祖便是这5位至强者中的一员，还有3位则分属于拥有斗帝血脉的古族、魂族和影响力庞大而深远的丹塔，而这最后一位就是斗帝血脉后人萧族萧玄。正是身为焚炎老祖好友的他，创造了高级秘法天火三玄变。原来我们焚炎谷的天火三玄变是这位斗帝血脉后人所创。萧炎也姓萧，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有什么关系不成？应该没那么巧吧。感谢唐谷主的慷慨相赠，萧炎今日便得动身离开了。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小子便可。这么快就走了？我还要去找先前走散的同伴们，就不打扰了。有件事，老夫可要提醒你：天火三玄变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实力，但所获得的能量却异常狂暴。你驾驭时要加倍小心。最后切记，天火三玄变不可外传。唐谷主放心，萧炎自当守口如瓶。告辞。以后有缘还会再见的。小心！冰河谷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新兰，你快走。可是我不能丢下小医仙姐姐一个人。放心吧，我可以对付。解决掉他们，我会去找你的。对了，我虽然帮不上忙，但我可以回家搬救兵。小医仙姐姐，你小心些，千万等我回来。叶家，那新兰的全名叫做叶新兰。他是丹域叶家之人。哎，萧炎，你可不知这叶家呀！手放开！那叶家呀，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妙啊。
丹域龙蛇混杂，但总的来说，只有5大家族能与丹塔有关系，叶家便是能进入丹塔长老系的家族之一。不过，若是萧炎你能留下来，与咱成为一家人，以你的天赋，定能带领我们柳家一飞冲天。菲儿，别胡闹！要是再被打巴掌，就丢脸喽！你找死！刘晴，时辰也不早了，我要立刻去丹域一趟。虫洞早就为你安排好了，若是遇上麻烦，就尽快赶回天皇城。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也会尽力保你。谢了，刘晴。保重。喂，哎，萧炎，带我一个呗。萧炎走了，你先帮我挡住，以后再跟你解释。你起开！我话还没说完呢。萧炎，你先别走啊！这不能怪我呀！你赶紧放开，不然我不客气啊！看你的毛怎么样！可怎么吐了？好久不见啊！这是冰河谷全力搜寻恶难毒女，若有线索者，可获天价悬赏。前段时间被不少势力联手狙杀的，就是这个女子。据说她可是传闻中的恶难毒铁。劳驾，邺城叶家在何方位？一直往前，邺城最高的建筑就是叶家。新兰，此事可由不得你任性。我是绝不会嫁给曹丹那个混蛋的。曹家狼子野心，早就想吞噬我们叶家。当务之急，还请大长老允许新兰带人前去解救小医仙姐姐。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好吗？胡闹！若是能与曹家联姻，便能免除我们叶家调出5大家族的危机。眼下联姻才是头等大事，别人的死活与你何干？别人没有小医仙姐姐，新兰早就没命了。本以为你们是最疼爱我的家人，没想到在你们眼中，我只是个联姻工具罢了。放肆！知恩图报的道理，叶家自然知晓。一切等联姻之事了结后再说。我是绝不会嫁给曹丹的，我自己会想办法。难道你还真想靠你口中那个所谓迦南学院的天才吗？你也别太高看他了。或许他能救你的朋友，但是我们叶家的危机可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解决的。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阿猫阿狗也同样没兴趣帮你们叶家的忙。萧炎大哥，大长老。萧炎大哥，仙兰，这究竟怎么回事？小医仙姐姐她，带我去找她。你是谁？竟敢胡乱闯我叶家！在下萧炎，是新兰的学长。此次有要事在身，新兰还需与我走一趟。小辈，新兰乃待嫁之身，岂能容你带走？我才不要嫁！新兰是我学妹，她不愿之事，就算是叶家，也不能勉强。狂妄！敢来我叶家放肆！
今日我就替你家长辈好好管教一下。什么？管教的话，你还真不够资格。四长老可是一星斗宗，这才1年时间不到，萧炎大哥居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你就是新兰口中的天才，你闯我叶家，更是伤我族长老。虽说我叶家如今势微，但也容不得被人这般欺凌。刚才并非我先出手，你若是要追究什么，在下可没时间奉陪。小辈休走！傀儡。我没时间跟你们耗了，下次就不是受点伤这么简单了。大长老，罢了，让他们去吧。或许这就是叶家的命数吧。掌握了完整的天火三玄变后，萧炎惊讶此秘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而此时的他也并不知道天火三玄变的创造者与他之间的渊源有多深。此件事了，萧炎告别唐家妇女和柳晴等朋友，独自前往丹域寻找小医仙他们的下落。当萧炎得知小医仙因恶难毒体被人追杀后，带走被家族所困的新兰，立刻赶往洛神剑营救。当初我与小医仙姐姐紫妍顺利出了空间虫洞，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到丹域。不曾想，小医仙姐姐惩治恶徒时，恶难毒体爆发，事后不久，便引来了冰河谷的追杀与围剿。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小医仙姐姐的恶难毒体。与焚炎谷并列3谷之一的冰河谷。小医仙姐姐为了掩护我，主动将冰河谷的追兵引去了洛神剑。这次回家，本想拜托家族去救小医仙姐姐，然后寻找萧炎大哥你的下落，谁知都怪我没用，我一点忙也帮不上。不关你的事，当务之急是立刻前往洛神剑。新兰，我需要你为我带路。对了，紫妍和小医仙在一起吗？我们到丹域不久后，他就回家了。他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说他忽然有一些感应，需要回家。紫妍那丫头，身份虽说一直成谜，不过想来必有极强的靠山，就是不知她所谓的回家，是去哪里。罢了，现在只能先将小医仙的事情解决之后，再去寻她了。这便是洛神剑吗？果然险恶。不过以小医仙那特殊的体质，在这里倒是能够如鱼得水。洛神剑终年毒雾萦绕，深处更是毒兽横行，
听说还有人形魔兽出没，危险至极。的确毒物遍布。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小医仙？这只寻毒鼠是之前小医仙姐姐教给我的，她能带我们找到它。我们跟上。尊敬。怎么回事？你中了我冰河谷的冰尊镜，除非由我冰河谷谷主出手，不然的话，1个月之内，体内残留的玄冰气会将你的升级剑术冻结。少啰嗦！既然你要断绝自己唯一的生路，那老夫就亲自将你牵回冰河谷。往哪儿躲？你们结阵，我来拖住他。冰河谷众弟子听令，结冰封阵。是。冥顽不灵，你的恶难毒体并非真正的达到了顶峰，否则光凭老夫还真是奈何不了你。但是可惜呀，老家伙，这是你自找的。休想解开恶难毒体！
抱歉，我来晚了。萧炎，小一仙姐姐，你没事吧？区一个1星斗宗，竟敢对我冰河谷出手！冰符，他交给你了，擒拿后断其四肢。哼，放心吧，我会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萧炎，你们先走。放心吧，有我在，谁也别想伤你。这次看你还怎么逃！起来，躲起来！傀儡！既然敢来，自然是有把握救人。解决他！冰符冰鹤，杀了你小子！傀儡是他在控制。小一仙姐姐，没事吧？他交给我，你去对付其他人。这里有我。新兰，你扶小一仙去休息。猖狂的小子！冰鹤，你带其他人擒拿恶难毒女，此人交给我。这回看你还有什么底牌！哎呦，好险好险！臭小子，又让我这把老骨头出来当打手。麻烦天火前辈了。我的朋友伤得不轻，请尽快解决此人。知道了，知道了。这小子居然真的还有底牌！哼！8星斗宗。什么？这位朋友，老夫冰河谷长老冰符，今日之事与你无关，还请不要插手。之后我冰河谷必有重谢。冰河谷，很了不起吗？冰鹤，你还在等什么？快上来，你小子！你们小心些。3000雷幻身。
玉皇，答对了，有奖。八级，蹦！小杂种，别得意的太早！冥芒壁！不可能！异星斗宗怎么会这么强？冰河谷的2星斗宗，居然不堪至此。与萧炎失散后的小医仙，由于其恶难毒体的体质，前后引来了丹域众多势力的追杀。在面对冰河谷的围剿时，小医仙身中冰河谷秘技冰尊镜，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萧炎及时赶到，救下身受重伤的小医仙。面对萧炎、天火尊者和地妖魁的强势攻击，冰河谷处于崩溃的边缘。哎呀，没有身体就是麻烦，收拾个斗宗都这么费劲儿。天火前辈，请放心，药材已经差不多了，要不了多久，您便能够再度拥有躯体。这位前辈，炼制躯体的事，我冰河谷最为擅长，而且炼制的躯体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只要你为我冰河谷做一件事，便能够免费得到。哦，做什么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哦。杀了他，再把恶难毒女交给冰河谷。1、2，前辈，嘿嘿，你说只要做一件事，但刚刚分明是2件事的要求。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小家伙，这种人以后就不用给他说话的机会，不然迟早会有变故。还好老夫的品行好哦。多谢天火前辈提醒。小医仙，小医仙姐姐，看来冰尊镜已经开始侵蚀血液和经脉了。他活
不成了。如何解除？没有解除之法，除非去找冰河谷的谷主。小医仙姐姐，还好萧炎大哥及时赶到，要不然大家都没事了。大家是没事了，不过现在你还是先管管自己的身体吧。这冰尊镜必须尽早驱除。这冰尊镜的确诡异，但也并非必须由冰河谷谷主出手才能驱除。我就知道萧炎大哥肯定有办法。交给我吧。我准备好了。小医仙，化解冰尊镜还需我用异火辅助，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你忍一忍。异火会令药力更完美的渗透进你的体内，同时也会抑制那冰尊镜的扩散。那就拜托你了。小医仙，我能忍住。真的有效果。新兰，要将冰尊镜全数化解，还需几日。这段时间我会为小医仙护法。你对丹玉比较了解，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萧炎大哥尽管说便是，我定会全力去办。你出洛神剑，尽快帮我把这些药材收集齐全。萧炎大哥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办法为你凑齐的。这一路，他会保护你。我会尽快回来的。冰河谷，这事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完了。冰仙长老，搜索恶难毒女的谷中精锐都在这里了，包括冰原3位长老。你们先守在这儿，我要立刻回冰河谷，向谷主禀报此事。是。
冰尊境都被化解了。你的修为又精进了。在你疗伤的这几天里，我已经乘机吸收了魔毒斑，升到2星斗宗了。这全都得仰仗蝎壁岩送给我的晋级补品啊！看什么呢？看你恢复的怎么样。谢谢你，萧炎。你将这丹药服下，2、3日内应该能够恢复到巅峰。对了，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还好啊，不过感觉距离爆发的时间应该只有2、3个月了。这叫还好？没关系啦，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反噬了我的神智，但那时候的我，也绝不会不认识你。净说胡话！放心吧，这2、3个月中，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弄到手，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的将恶难毒体控制住。其实，先前就在这洛神剑内，我就被一头7阶天毒蝎龙兽纠缠过。真的吗？就在这洛神剑内？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那家伙好色很多，看样子也是窥伺我这恶难毒体。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不想节外生枝，便想办法逃遁了。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我虽没与他确切交手，不过照我猜测，应该算得上是8星斗宗了。8星斗宗，若是你我2人联手要将其斩杀，也并非不可能。不过不知道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这魔兽身为洛神剑一方霸主，势必麾下也聚集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我们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我来安排。等新兰和地妖鬼回来，我们就去会会这天毒蝎龙兽。臭小子啊！果然一叫老夫就没好事。那可是7阶魔兽，老夫要拼了这把老命才能对付呀！其中难处我自然知道，不过原本给您炼制身体所需的生骨融血丹太高级，没个2、3年，根本搜集不齐所有的药材。难不成你小子要？不过，我怎么忍心让您老继续等下去呢？于是，晚辈在我老师药尊者所收藏的众多药方中翻阅了整整1个晚上，终于，寻得一个完美代替生骨融血丹的药方——阴阳命魂丹。不过药材中还差一份7阶魔兽的精血。原本我们大家联手应该问题不大，既然前辈觉得太难，那只好算了。看在你小子这么有心的份上，不就是7阶天毒蝎龙兽吗？哼，老夫还不放在眼里。老夫本就最讨厌那些荒淫残暴的魔兽了，这次动手也算是替天行道。天火前辈果真大义。怎么感觉这小子在给老夫下套呢？跟前辈开个玩笑。不过阴阳命魂丹确有此事，而且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也正是化解恶难毒体所必须的条件之一，可谓一箭双雕。小子多谢天火前辈仗义出手。这还差不多。萧炎大哥，他们回来了。萧炎大哥，不好了！我买完药材后发现，冰河谷竟然通缉了你们，还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前来洛神境抓人。我倒是怕他们不来，这笔账
我要好好跟他们算一算。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去解决掉天毒蝎龙兽。只要帮天火前辈炼制出躯体，就无惧这斗宗巅峰了。新兰，天毒蝎龙兽实力强大，你留守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找你。你们要多加小心呢。动身吧。冰蛇老、冰原他们3位长老及弟子，便是在此陨落。没想到恶难斗女竟还有外援。这几人面生得很，想必应该是丹域之外的人。冰河谷许久未曾遇到这等挑衅了，有意思。看样子，那处石堡应该就是天毒蝎龙兽的老巢了。这种级别的魔兽，对我的恶难毒体有着敏锐的感应力。我想，他已经发现我们了。无妨，今日前来，就没打算掩盖气息。小美人，你可想死我了！萧炎和天火尊者联手击溃了冰河谷的追兵，但身中冰尊境的小医仙却危在旦夕。在逼问冰河谷长老冰尊境解法无果后，萧炎急中生智，以异火为小医仙化解危机。与此同时，对恶难毒体誓不罢休的冰河谷派出斗宗巅峰天蛇长老前来擒拿小医仙。为尽快解除小医仙的恶难毒体，萧炎等人决定冒险闯入洛神剑深处，抓捕7阶天毒蝎龙兽。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儿了。既然来了，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让你的恶难毒体为本王生出最完美、血统最纯正的后代。我来此处，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本王什么都给你。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若是换做别人，敢在本王面前说这番话，已成死尸了。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这冒犯之罪，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来抵偿吧。
小美人儿，这点进攻可奈何本王不得。不过你旁边这家伙，我倒是小看了。还有更让你头痛的。这天毒蟹龙兽果然有2把刷子，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既然来了，那就都留下吧。只要来到这片区域，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这家伙果然有底牌。小心，这些全是洛神剑的毒兽。那还等什么？一起打爆他！犯我天蝎域者，死！小一剑，你小心些。区区灵魂体，也敢对蝎龙族之人大放厥词，真是邪命长！不过是体内流淌着一丝太虚古龙血脉的魔兽，还真当自己是太虚古龙了。我的龙族血脉，岂容你侮辱？既然你们找死，本王就成全你们！一群蝼蚁！蝼蚁？若非老夫失去身体，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蝼蚁。今日这精血，老夫要定了！这些魔兽被天毒蝎龙兽所操控，根本不会有什么恐惧。这样下去，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